他，给我打倒他，让他不听话，用他的彩礼钱来给咱们药族娶亲，那都是瞧得起他，不识好歹的东西。老二，你给我狠狠的揍！还没睁眼的阮秋便听见这节酸刻薄的怒骂，不等他反应过来，凌厉的鞭声风呼啸而至。我操，疼疼疼，疼死老娘了！身上的疼痛让他在翻滚的半路中差点夭折，紧接着破空声紧随而至，他下意识伸出手接住了狠厉的鞭子。找死！老娘成全你！啊！这个哒哒哒的翻了天了！你竟然敢打你老子！快抓住他！随着阮老太的话音落下，阮家院内的其他人渐渐围拢靠了上来。如果想要让他活，就退后。众人看着阮秋那冰冷狠厉的眼神，下意识的往后退了2步。只有阮老太张狂了一辈子，仍旧是不愿服输。阮秋，你这哒哒哒的，那可是你爹，你敢嘎了你爹不成？那你也别想活了。阿秋，你不要做傻事，娘求你了。此刻汹涌的记忆随之而来，让他手中的力道骤然一松。呵呵，至亲血缘在这个家中，血缘至亲竟然如此不值钱。这老太婆为了给孙子娶亲，用5两银子卖掉孙女，原身不悦，竟是被亲爹活生生用鞭子抽死了，却便宜了我这一世灵魂。想到了原身曾经所遭受的那些苦难，阮秋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手中的鞭子骤然发力。就在鞭子即将要抽到那该死的恶婆之时，边上的妇人猛地扑上来。不要，阿秋，那是你奶奶。哼，生不出儿子是女人的错，明明是你这个当男人的无能，整日对亲女拳打脚踢。你认为这才是彰显你男人气概的渠道，可你却不知，你这样有多么的让人可笑。挥鞭子抽的爽是吗？那被抽后是不是更爽？不过都是为了一己私欲，竟还说得那么高尚。你阮家就算绝户了，又与我有什么关系？不过就是个嫁人罢了。与其瞧着你们这群恶心的嘴脸，那我还不如出嫁。随着阮秋的一番话落下，所有人几乎都懵了，不由自主地对视了一眼。你说的是真的？你真愿意嫁？不然你嫁？你这个的！阮老太的咒骂在触及到了阮秋冰冷的眼神之时，竟然半个字不敢再多说。周家给了多少彩礼？记得最好说实话哦。5两。给我！你做梦！你个哒哒哒的还想要银子？老娘告诉你没门！银子就是阮老太婆的命，她是绝对不会给的。你确定？老娘告诉你个哒哒哒的，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有本事你就嘎了老娘！好的很。你这个哒哒哒，老娘嘎了你！放开药子！来呀，继续呀！你试试是你的爪子快，还是我的鞭子快？是你先把我挠死了，还是我先把你的好大孙脖子绞断？在这一刻，没有人怀疑他的话是在虚张声势，即便阮老太也不敢赌。你到底要干啥？要钱？听不懂话吗？你做！奶救命啊！凄厉的惨叫继续响起，每一声都好似是在挖阮老太的肉。给老娘给你，都给你！这个哒哒哒的，祈祷别落在自己的手上，不然一定要扒了这个哒哒哒的皮！这个该死的哒哒哒！哎呦我的乖孙啊！切！阮秋毫不客气地白了一眼众人。阿秋，晚饭做好了，你起来吃点。你还打算继续留在阮家，给这帮畜生当牛做马，让你2个闺女日日被鞭打吗？不留下，我还能咋样？如果你想离开，我可以帮你。阮张氏却摇了摇头。见此，阮秋倒是也懒得再说什么。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人家自己不想逃离，总不能扛着人强行和离吧？走进厨房，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木盆和一碟黑漆漆的咸菜。这是啥？阮张氏抿唇低着头，边上坐着大姐阮春和一脸麻木的小妹阮冬。有几粒米就不错了，谁让咱们不是男子？是桑叶，可以吃的。家里晚上没有旁人吃饭，所以……阮秋看着他们母女3人麻木的表情，转身离开了厨房。到手的银子被抢，儿子孙子都被打了。这个哒哒哒简直就是骑到自己脖子上拉屎！杀！嘿嘿！越想阮老太越是愤恨，当下便是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转身冲了出去。你这哒哒哒的到底要干啥？杀！哒哒哒的，你要做什么？老娘可不是吓大的。秋丫头，你这是干啥？你拎着斧头就这么对着您来，你的孝道呢？大伯娘，不是你说我这样对我奶是不孝吗？那我对着你总行了吧？毕竟这斧头也有脾气，他就是想要对着个人要。你们都不吃饭了是吧？你们也知道二房吃的是树叶子汤吧？所以你们默契的选择了不吃，就等着待会儿自己开小灶。那谁让他没能耐，生不出儿子来？好的很啊，你们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对吧？今天是这个女人的大喜之日，没想到新郎是只大公鸡。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你确定是好日子吗？就阮家这吸血鬼的模样，5两银子的高价，人家也捏鼻子认了。你当他们是真的对我很是满意才如此的吗？
阮张氏沉默地垂着头，阮秋见此也不过是冷笑一声。对于阮家众人，他不曾抱有任何的期望，此时见阮张氏这般，也半点不失望。周家接亲已经到了，来人是周家老大，待弟弟娶妻。阮秋第一眼便注意到了他怀里那只大公鸡。周家的，你们这是啥意思？欺负我们阮家没人呢？阮家奶奶，您可别误会，我二弟这不是不能亲自来接亲吗？咱们也不能委屈了弟妹不是？所以大公鸡接亲，自古不是冲喜便是姻亲，周明敬达了吗？阮家奶奶，咱们两家可是早就说好了，您这不能是反悔了吧？这一番话就好似是警告一般，阮老太爷想起了阮秋昨天的骚操作，连忙摆手：带走带走，抓紧走。抱好了，待会拜堂还得用，走吧。你做什么？快点放开公鸡！你敢动我一下试试？你信不信我喊未来大伯非礼地邪？阮家奶奶，咱们两家这可是在结两性之好，你家这孙女……时间不早了，赶紧走，赶紧走，赶紧把这瘟神带走。小哒哒的，等回了周家，有你好受的。哟呵，这日后怕是到了周家后，有的最糟了。怎么回事？越来越兴奋了。奶奶，等我日后常回来看你哦。别，受不起。以后没事想想自己错哪儿了。那甩人的鞭子我带走了，你日后若是手痒了想抽人，就抽自己的嘴巴子吧，懂了吗？懂了。走进周家院内，便瞧见一老太太拉着一张脸，旁人居士勾着嘴角，戏谑的目光看向阮秋。跪下！现在就拜堂吗？是要跟他一起拜堂吗？阮秋装着纯真愚蠢又无知可怜的问道，手下却悄悄用力。快抓回来！这公鸡可是借的。顿时院子里乱作了一团，所有人都冲出去追击去了。阮秋一个人无辜地眨着双眼，咋能扔新娘子一个人在家呢？真没礼貌！好吓人啊！这个新来的娘亲好吓人哦。你们好呀，两位小朋友，这便是那个嘎了的周老二养孩子，我现在的便宜儿女了。我是个什么很可怕的人吗？小家伙们可是有准备好不一样的人生了吗？后娘有点邪门，咋办？后娘好可怕。那两个孩子被吓得瑟瑟发抖，阮秋便转身走开。这场婚事随着阮秋被送进了西屋后就告一段落。你出来干啥？快点进屋去，这嫁了人那就得在屋子里待一晚上，中间是不能出来的。我饿了。你咋这么没规矩呢？难道在娘家没人告诉你，新婚第一日是不能吃饭的，到了婆家更是不能张口要吃的？那我饿啊。不是我说老二媳妇你咋回事儿？都说了不能出门，你是听不见？难不成周家穷的揭不开锅了？又或者是不给饭吃？这么狠辣的吗？听了这话，阮秋顿时一脸无语。周武士像是看神经病一般的看着阮秋，来到厨房，看到碗柜里有一碗粗面馍馍。你这个贼，刚嫁到我家里就要偷我家吃的，要不是我瞧见了，你是不是还要偷更多的东西？我就知道你们老阮家没一个好东西。礼前坐地起价要了5两不说，竟然还送过来一个品行不端的贼。捡起来！这无蓝又冰冷的声音，让原本还在喋喋不休的周老太太不由得一顿。你说啥？老二媳妇你疯了？你竟然还敢命令娘？阮秋却从始至终都未曾看其他人，再次重复：捡起来！浪费粮食者都该死！你竟然敢命令老娘，我看你就是找打。正好，既然嫁到了周家，那我这身为婆母的，那就得让你知道周家的闺女到底是什么。话落，这周老太太便伸出那手爪子，奔着阮秋的胳膊就掐了过来。你这贱蹄子还敢躲？老娘今天要是不收拾了你，那老娘就跟你姓。我不要，把嬷嬷捡起来。老二媳妇，你不要什么？我不要他跟我姓。二嫂刚嫁进周家第一天，因为一个黑面嬷嬷就被当成小偷，还要让人打嘎他。你这个贼，刚嫁到我家里就要偷我家吃的，抓住他！老娘今天就要让他知道我老周家的规矩。阮秋微微转了转脖子，咯吱咯吱的声音在这空间里如此清晰。你个大大大的，翻了天了！眼瞅着最宠爱的小儿子被打，周老太太便尖叫着冲上来。哎呦，娘爱疼啊！你这个小搭档，敢打我男人，我跟你拼了！周明玉的婆娘小周氏见此，嗷的一声扑了上来。长嫂为母，你有4个娘，其余3个惯着你，我这个娘可得好好教教你规矩。日后记住了，我是你二嫂，要对我尊敬。
姑母，您可是要为我做主啊！这小哒哒的竟然敢这么打我，我不活了！周老太太看向阮秋的眼神，恨不得要把人扒皮吃肉。你身为长辈，若是想打我，那我也不能还手，但我可以打您儿子，毕竟相比之下，我也是嫂子，打他天经地义。婆母若是不信，那么我们可以试试看。周武士见此，眼珠子一转，急忙上前开口劝解：“老二媳妇，你这是干啥？你这才刚进门啊，就这么气娘，你这可是大不孝啊！况且你可是咱们周家花了5两银子娶回来的。这大嫂原来是为了那5两聘礼，暗戳戳的拿不孝压自己呢。你快点放了老四，不然你信不信我出去对大伙说你不孝？”切！婆母可是要想好了，到底是您出去闯我这儿媳不孝，还是大伯跟2个小叔子堵我一个心腹的门更炸裂？此番话刚落下，所有人均是不由得愣住了。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堵你们了？就是你别胡说八道。我说有就有，婆母您可是要想好了。我不说，你也不准胡说八道。那是自然。这无疑就是最为赤裸的威胁，众人已是被吓得不敢出声了，心里虽不甘，也只能妥协。没吃饭吗？2个孩子闻言顿时把脑袋垂了下去，身子也略有些瑟缩。见此，阮秋抽了抽嘴角，要跟我一起吃饭吗？这下子更好，2孩子抖得更厉害了。周老太太见此，当下呸了一声：“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我是后娘，不是圣母。2个小孩子虽说无辜，但是我也无辜啊！”阮秋淡淡看了一眼，随后转过身继续吃饭。这一幕让所有人都诧异地看向他。还以为老二媳妇会帮他们呢，毕竟这2孩子现在名义上也是他的，咋感觉哪里好像不太对劲呢？看看吧，这就是后娘，连你们挨了都不管，这日后怕是更要一天8变的打你们了。啧，你们啦，这辈子也就是这命了。小丫头紧紧地抿紧了唇瓣，似乎生怕自己下一秒会没出息地哭出来一样。哥哥，为什么？妹妹不哭，没事的。若是再不回来睡觉，我可要锁门了。2孩子闻言心中一惊，连忙转身进屋，钻进了被窝。吃吧，吃完赶紧睡觉。谢谢后娘。看2人吃黑面馍馍都这么香，就知道平日里没少被磨错。哥哥，他好像睡着了。婉儿别说话，小心他被惊醒后打我们。老娘从来不打熊孩子。老二媳妇，娘让我叫你起来做饭。你确定要我做饭？那是当然，这可是娘吩咐的。好啊，你快点。那小哒哒哒的做个饭这么久？对呀，似乎有哪里不太对劲儿。周老太太这心中一慌，急忙的往厨房边走边喊道：“阮秋，老二媳妇，我不是让你做饭吗？你干啥呢？你在厨房干啥了？您不是让我做饭吗？所以我在做。”阮秋的话还没说完，那厨房内顿时传来了砰的一声巨响。这个女人第一天做饭就把婆家厨房炸了。阮秋，你个大大大的，老娘跟你没完！你做了啥？你是不是要害死娘才甘心？大哥，你说的这是什么话？真当我是好欺负的？别什么屎盆子都往我身上扣行吗？如果不是你，那娘怎么可能受伤？真当我们没看到娘刚刚就是在厨房门口受伤的？那你们可是瞧见是啥打的人不？我看到了，是锅炸了，然后碎片蹦出来打到了娘。老二媳妇你。对呀，是锅，所以你们应该去找锅算账，而不是我。所以你们不能找我的麻烦啊！本来这祸事也不是我造成的。阮秋说完还耸耸肩，众人一时间竟然都愣在了原地。老二媳妇你也别在这儿说那些没用的，娘反正是因为你受伤了，你看咋整吧？娘现在被你给害成了这样，那你就必须得有个说法，要不然如何？你又能如何？要不然你就给娘赔命。其余人不说话，但看向阮秋的眼神也均是充满了怨恨与恼火。阮秋扫一眼床上的周家老太，扑哧一笑：“你笑什么？就感觉婆母有你们这样的儿女，可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老人还躺在床上病恹恹的难受着，你们做儿女的也不去请个大夫，真是无情啊！”众人这才急急忙忙的去请大夫。回到西屋，2孩子也被吵醒，此时正忐忑地坐在床上。往后要长时间一起生活，总不好就这么一直把他们当隐形人。介绍一下自己吧。2孩子懵逼地看了一眼，不懂什么叫介绍一下自己。阮秋看到了他们这副模样的时候，不由得抽了抽嘴角。听不懂我说的话吗？不至于吧？周燕到底是哥哥，虽然心里怕得要死，却还是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娘，什么事？是介绍？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你们得告诉我。”我叫周燕，今年6岁，这是妹妹周婉，今年4岁。
看他这副模样，想来平日里也是没少照顾自家妹妹。在周家，你们2个人生活的如何？挺好的。饿着你们，不给你们饭吃也挺好的。周艳抿唇不出声，边上的周婉歪头看阮秋，小心翼翼问道：“娘亲，您会打我吗？”阮秋一愣，诧异看向周婉，说说看，我好好的为啥要打你们？不知道，大伯娘这么说的。所以我是个什么很可恶的人吗？没事还要去打孩子玩，打孩子不费力气吗？阮秋想到周武是对自己莫名其妙的敌意，还对俩孩子说那样的话，就很无语。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哦，我从来不打乖小孩。周婉闻言顿时松了一口气，可周燕到底年长了几岁，立马就听出话里的不对劲，诧异的看向阮秋。没错，我说的就是乖小孩，如果不乖的话，我可会打人哦。婉儿乖，婉儿很乖的，别看婉儿才4岁，婉儿可能干了。果然啊，还是小闺女什么的招人怜爱，软软糯糯的，看着就十分让人喜欢。只要后娘不打妹妹就好。3个人在屋子里彼此了解，而一门之隔的外面却是咒骂声阵阵，周瑶小身子也随着周老太太的叫骂声中一颤一颤的。很胖吗？周婉瞪大了双眼，急忙的摇头，不怕，婉儿不怕。啧，人都快要抖成筛子了，还说不怕。对于旁人的咒骂，在不伤及自身的情况下，可以完全当作是一个背景音乐。而且小孩子要学会屏蔽不好的话语，也不要去学。是这样的吗？奶奶每次心情不好就要骂人，有时候还打人，可现在后娘却告诉我们不要。走吧，我们出去，这太吵了。周老太除了脸颊上被烫伤外，其实也没啥事儿，咒骂了一会儿，见2房那门窗一直紧闭，这怒火就再次翻腾，随即便冲到了2房门口，砰砰砰的开始敲门。出来，给老娘出来！阮秋，你个大的，老娘今天不拔了你的皮，老娘跟你姓！我不要！怎么回事？这老周家这么热闹？不知道啦，我也才刚来。院外爱看八卦的人瞧着十分的疑惑。周家大小子，这到底是发生了啥事儿？瞧给你娘气的！你家新进门的老2媳妇，这是惹了老太太不高兴了。哎呦喂，这刚嫁进来第1天就把婆母给惹生气了，不能吧？周明甚至感觉自己这张脸都丢没了。而就在这时，门口处传来了一道很是疑惑的声音：“你们在干啥？你们在干啥？吃瓜带上我！”你为啥会在外面？你不是应该在屋里的吗？你啥时候出去的？阮秋见到这一个个震惊的模样，当下也明白了，不由得挑眉。早就出去了，在你们骂骂咧咧的时候。哪里来的兔子？你们偷东西了？4房小周氏见到周燕手里拎着的灰毛兔子时，尖叫着大喊，顿时所有人都把目光落在了周燕手中。没有。瞧你那小门小户的做派，把兔子大大方方拿出来，举到头顶转2圈。这是什么诡异的庆祝方式？怎么感觉不太对劲？你还敢让这小杂种招摇过市？就是你撺掇他偷东西是不是？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你这是想要让我们老周家彻底丢脸啊！娘，您快看他啊，他这是想要逼死咱们周家啊！不是的，这是我们打猎的，不是哥哥偷的。小丫头不错，比他哥哥强。不可能，还你们打猎？瞧瞧你们这一个个面黄肌瘦的样子，不被兔子吃掉就不错了，还打猎？小周氏的话也引来了旁人的点头。对呀，也不是说周家儿媳妇不好，但人家说的也没错，这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咋可能会打得到兔子？就是，尤其是那兔子，瞧着就又大又肥的。这是我家的兔子，你们是不是把我家兔子给偷了？人群中突然冒出来一个胖女人，冲上来就要去抢周燕手里的兔子。周燕一瞬间都傻眼了，这明明是后娘布置的陷阱，才得到的兔子。你个小兔崽子还敢撒谎！卧槽，好吓人！这腿脚啊，比使不伸展都难受。所有人都安静了，只有那胖女人还倒在地上哼哼着。哎呦，疼！你家的兔子，来，你跟我说说，这怎么就是你家的了？今日你说出口的话，但凡是能稍微有点道理，兔子我都无条件给你。阮秋的这一番话说得极其猖狂，胖女人闻言顿时眼睛就亮了。凭啥？这就是我家的兔子，是我儿子上山的时候猎到的，然后被你们周家给偷了。你们这群遭天谴的玩意儿！见此，阮秋嘴角勾起了一抹得逞的笑。只要能说出个理由，这肥兔子就是我的了。哼，谁也别想抢！你这个黑心烂肺的东西，我家丫头都说了，这是他们自己猎到的，你有脸跟孩子抢吃食？看我今天不打嘎你！说着，周老太禁不住脸颊上的疼冲了上去，两人互相捶打在一起。啧，这就打完了吗？周燕，把兔子给那胖子。娘，这是我们猎到的。
看吧，我就说了，这兔子是偷我家。凭啥要给他们？这兔子不是你们自己猎到的吗？这孩子从来都不会撒谎。娘啊，这话可不是我们说的，而是您的小儿媳妇信誓旦旦说这兔子是我们偷的。男，我不是，我没有。我这刚嫁进周家，人微言轻的，俩孩子瞧着这副模样，就是在周家没有任何的话语权。人家说我们是偷的，那我们只能是偷的，没办法。撵上他，把兔子还来。周老太见大家都不动，顿时就把目光落在了阮秋的身上。你去，这兔子是你送出去的，你给我要回来。你有病吧？要吃了没？这兔子不是你们信誓旦旦说我们是偷的，所以被逼无奈下我们才给的。可怜我们母子三人想着娘您今日遭了大难，想着表现一番才去山上打猎，想着甭管是打到了什么，最起码这也表示了我们的心意。奈何，哎呀呀，四弟妹，属于给娘补身子的大肥兔子不翼而飞。现在你满意了没？我没有，娘您要相信我啊。要兔子想屁吃呢？二嫂带着俩孩子，好不容易猎到的肥兔子还被抢走，气得儿子哇哇哭。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哭什么哭？娘，兔子没了。依仗你奶对二房的不喜，这兔子真的被我留下了，咱三人能吃上一口吗？ No， 吃不到不说，还得被骂是小偷，对吧？周燕也是在听了后娘的这一番话后，不由得愣住了，傻愣愣的看向后娘。懂了吗？娘亲，好厉害，嘿嘿。走吧，知道刚那胖子是谁吧？知道，婉儿知道，那是贺大娘。能找到贺大娘家吗？今日再教你们一招，在任何的时候都不要让人察觉到了你的心思，便是你想算计人，那也要装作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不然你认为谁会上钩？走上他家吃肉去。来到贺家，刚好一家人正准备吃饭。我来吃肉了，哟呵，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不准动，谁敢动我家的东西，我就打嘎谁！哼！贺金宝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们，甚至在瞧见了贺家奶奶夹了块肉时，狠狠抽打在了自家奶奶的手背上。老不死的，你配吃肉吗？其他人压根就不管儿子如何打老娘子，一心专门刀肉吃。哎呀呀，这贺家比周家还有意思。贺老太不敢把气撒在自己的宝贝大孙子身上，只能是转头恶狠狠地瞪着胖贺氏。你这个扫把星，家里难得吃一次肉，你还装上大方了，竟然把这种克夫的丧门星给弄来，上哪儿给他们吃去？我老贺家娶了你进门，可真是倒了8辈子霉。你们贺家便是打得人仰马翻，那我也纯纯当看热闹了。但你这没事儿带上我干啥？而且我这刚过门，自家那恶婆婆还没给我安什么名声了，你个老逼灯凭什么就给我强行扣了个克夫的名头啊？你才克夫，你全家都克夫。你这个小可爱，老子今天打靶你！你放开小爷！你找死！也想找死吗？周家儿媳妇，你这大摇大摆的来老子家打杂，没你这样办事的！你个大的，敢跑我家来撒野打我孙子！你们祖孙关系这么好的吗？我刚才如果没眼瞎的话，好像他还揍你来着。嘿嘿，周家小媳妇你不能打我，我可是你二大娘。这还没开打呢，就都成这样了，我给你吃的，你还要骂我，这多少有点不要脸了吧？这怕不是个活阎王。二大娘哪儿来的怂亲戚？对，咱们跟周家可是有着亲，那周老太太见了我都得叫一声老哥哥。胖贺氏这会儿也是不着痕迹的往后退了2步。想屁吃呢？她连自己新鲜出炉的婆婆都没放过，会管你们？果然，阮秋也是在听了贺老爷子的话后，不由得冷笑。周家小媳妇，我知道你大概也不是故意，所以你只要跪下来给我们磕头道歉，那我们就原谅你。不，还得赔钱。瞧瞧我家金宝，这都被打成这样。金宝，小哒哒的，如果我儿子出了事儿，老子砍嘎你这个狗娘养的！不发威当老娘是耗子呢？你们把我当啥了？周家小媳妇，你要干什么？反了天了你信不信我立马告诉周家，让周家休了你。你抓紧去周家告状，你看是抢了我家兔子吃肉的人被我家老太太骂，还是我家老太太会听你的话休了我？对了，忘记告诉你们了，周家老二不在，我抱着大公鸡过门的，休我得本人，不然你们就让大公鸡张嘴说人话，不然谁休得动我？这一番话也是让在场所有人脑瓜子都嗡嗡的，贺老爷子更是气得不行。家门不幸，周家可真是家门不幸啊！你这老爷子也真是的，自己家里都乱成了啥样，你还管别人家？你孙子暴揍亲奶，
出口就平等的骂你们所有人。现在你跟我说家门不幸，咋地？你大孙子是没打到你身上呗？你咋地？我的兔子好吃吗？这是在我家，你们吃的兔手是我猎的，给钱了吗就吃。刚才狼吞虎咽吃的挺香呗，现在全给我吐出来。其余人也被阮秋这杀戮的气势给吓到了，尤其是那贺家男人，听见阮秋问他们要兔子钱，心中恨极了。你这个贱婆娘，你不是说这兔子是白的吗？为啥他现在就要银子了？老子没有1分钱，你问他要去？耍无赖吗？这是我擅长啊！嘿嘿。喂，说说看，这钱到底该谁掏？我不想回答问题，我只想逃。他的一句彻底把贺金宝吓得快要哭出来了，疯狂摇头。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贺家老太瞧见自家大孙子这副可怜的模样，顿时心疼万分，咒骂着阮秋：“你个小哒哒，你给我闭嘴！我打死你个老哒哒的！”话落伴随而来的便是贺家老太凄厉的惨叫，时不时还夹杂着称赞：“金宝啊，奶的好大孙啦，大好！”我操，这个世界怎么了？贺家人这么疯癫的吗？娘，怎么了？凑近点看，这样更清晰。后娘，您这样真的不会被打吗？阮秋看得啧啧称奇，还伸出手拍了拍周燕的脑瓜子。记住了，以后你胆敢如此欺男霸女、欺老打小的，我就直接把你脑袋瓜拧下来当球踢。话刚落，那边也停止了，阮秋多少有些失望。啧，这么快就打完了，赔钱！我不喜欢你们这牲口不如的一家。周家小媳妇，你别欺人太甚，你不过是刚嫁进来，信不信我让全村人孤立你？这种事儿对他们来说很常见，一个新过门的小媳妇想跟他们本地人对着干，那无疑就是慈父汉树，自不量力。娘，不然算了吧。周燕素来都是被欺负的那个，如今听了贺家人的话，自然是怕的。贺家人听周燕话后更得意了。周家小媳妇，瞧瞧你这后子可比你有眼色，现在跪下磕头给我们道歉，再掏2两银子赔偿，那我们贺家自然会网开一面。冲喜！你这小囊皮，竟然给脸不要脸！既然这样，那你就不要怪我。威胁的话还未曾说完，下一刻就直接被一脚踹了出去。你！阮秋一个眼风扫过去，贺家老爷子利索把要咒骂的话咽了回去。这周家到底是娶了个什么瘟神回来？你们若继续狗咬狗，那我就继续看热闹。但偏生七歪八拐的往我身上拐，我给你们脸了吗？吃了我的兔子就要掏银子，你刚说的2两，快点给！你个哒哒哒的，老娘说你给我2两，别废话，不然我扇他了，快点给银子！阮秋指着地上躺着的贺家男人说道：“给你个哒哒哒的，老娘给你！走，我们回家。”娘好厉害，娘亲最棒棒。我们的婉儿真会说话，小嘴真甜呀。周燕看到妹妹被后娘喜欢，心里也高兴，可她还是想知道后娘这么做的原因。娘亲看不懂吗？不懂。贺家不简单，这里面指不定还有着什么事儿呢，等着看吧。回到周家，周武士对阮秋母子3人一脸不悦，目光更是像如啐了毒一般。哟，这还知道回来啊？不知道那兔子肉好吃不好吃？咱们可没有那口福了。说完还狠狠剜了一眼阮秋，周婉被吓得连忙躲在阮秋身后。你当然没口福，毕竟像你这么贱的人，怎么有口福享受这些？大家相安无事就好，别想着日日打压我，就凭你都不够我一顿打的。你算个什么东西？这周家还轮不到你来当家做主，我现在就告诉娘，让娘来收拾你。周燕很是紧张，攥紧了拳头看向外面，心里更是慌了。娘，大伯娘去找奶告状了，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怕了吗？大伯娘打人很疼，奶奶也会打我们。边上的周婉拉着阮秋的手，奶声奶气嘱咐：娘亲，大伯娘要打就跑，别听妹妹的，那会被打得更狠。有一次妹妹差点就被打死了。没关系，我会出手的。小周是瞧见了阮秋去厨房，眼珠子一转便去了东屋。姑母，我瞧见那阮秋进了厨房，她是不是要去偷东西吃啊？咱们周家可是清白人家，不能容忍那种小偷小摸的人败坏咱们家。这老太太的腿脚这么好。阮秋，你个大大大的，你在干啥？是不是又在偷东西？切，你们中午吃饭了吗？这突然没头没脑的一句，让众人不由愣住。啥意思？问你们话呢？中午吃饭了吗？自然是吃了的。小五若是不吃饭，岂不是要饿死了？好，所以你们晌午吃饭，你们吃饱喝足了后，没管我们，是吧？周老太到底是仗着年纪大，自认为自己又是婆婆一双死鱼眼，恶狠狠瞪着阮秋。那咋了？你抓了兔子都不留下来给我们吃，你还想吃饭？
你做梦！就是你有肉吃，我们这一大家子可是就吃点小粥咸菜的。我们年轻人倒是无所谓，就可怜了男啊，这么大年纪了，却一口肉都吃不上。阮秋听了这话后，冷笑一声，手里不知何时已经攥了一根烧火棍。吃不上只能怪你们命不好，叫唤什么？我饿了，你去给我做饭。周武士看到阮秋用烧火棍指着自己，理直气壮的让他做饭都懵了。阮秋，你还要不要脸？你自己把难得的肉送了人，现在还有脸让大嫂给你做饭吃？你刚刚不是去了贺家吗？咋了？贺家人没给你饭吃吗？聒噪，那你来做午饭。凭什么？我才不要！嘿嘿，你干啥？你别过来！做饭，做，我做。周武士一边做饭一边在心里咒骂，发泄心中不快。你个小哒哒的，让嫂子给你做饭，吃不死你！大嫂在那叨叨啥呢？没啥。说吧，为啥老针对我？打从我进门开始，你那副想要收拾我的心就不减。不过我与你之前并不认识，所以我很好奇，我跟你的仇到底是从哪儿结下来的？一边说阮秋一边观察着周武士的表情。我没有。难不成是因为彩礼？阮秋的话刚落下，便见那周武士的脸色刷得难看了下去。可是彩礼钱不是长辈说了算的吗？况且你当我阮家接了彩礼钱会给我吗？所以你从头到尾的对付我一个无辜之一人，有意思吗？咱家这2年舍不得吃喝，好不容易攒下来5两银子，结果现在全部都给你了。你说多少？阮秋声线一提高，吓得周武士顿时心里那些所谓的愤恨就淹了下去，小心翼翼地看了他一眼。是5两银子啊！我听娘说了，咱们家娶你可是把家底都给掏了。No！ 大嫂，你可知周家到底给了多少银钱？2两？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可能，是5两，我亲眼见到娘拿出来的，怎么可能是2两？那这就是有人在撒谎。至于那个人是谁，又为何要撒谎？大嫂，你这么聪明，应该能明白吧？周武士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越想整个人越是震惊，越想整个人越是慌乱。阮秋叹息了一声，一副很是为其惋惜的模样。大嫂，按理说啊，这周家你可是任劳任怨的，便是没有功劳，那也是有着诸多的苦劳。但现在，我不信，我去找娘问清楚。越想周武士的心越是震惊又愤怒，说完人就直接冲了出去。娘亲，大伯娘若是去找了奶对治此事，那您就露馅了。你认为这是假的吗？这咋可能？周燕瞪大了双眼，似乎是有些不太相信一般。嘿嘿，就算是假的又如何？他是能弄死我还是咋地？放屁！老娘给的就是5两银子，剩下的呢？剩下的银子在哪里？娘，我不是要剩下的3两，但这可是咱们一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啊！您就算是要攒着，那也得跟我们说实话啊！这话一出口，顿时让周老太太的脸色变得更加不好看了。老大家的，你是不是疯了？老大，你还不管你媳妇？她这是要逼死我这个当娘的吗？周老太素来喜欢用这一招，但凡不占理了，便拿出自己长辈的身份来压人。这么多年也是屡试不爽，但这一次，周明胜却没如同以往那般帮他。娘，您跟儿子说实话，阮家到底拿了多少的彩礼？娘，我们也不是非要回这银子，但您也不能把我们当傻子啊！看到大房两口子一副不罢休的样子，周老太一脸心虚。大嫂啊，这个事儿你听谁说的？别旁人说2句有的没的，你就冤枉了娘。娘对咱们有多好，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谁说的？你把人给叫来，老娘必然是要撕烂那个小哒哒的嘴。对，就是这样，挠嘎吱我，薅他头发。嘿嘿，谁说的？你把人给叫来，老娘必然是要撕烂那个哒哒哒的嘴。是老二媳妇说的，她说阮家那边声称只得了2两银子。阮秋，你这个小哒哒的出来，你给老娘说清楚了，我们周家给你阮家的彩礼到底是多少？干嘛？你个小哒哒的，现在当着大伙的面说清楚，说是不是5两银子？周老太恶狠狠地瞪着阮秋，5两银子4个字说得极其重，也不过是在警告阮秋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老二家的，这可不是小事，也不是随便开玩笑的。你要知道，如果你撒谎了，那么我们是可以会去阮家询问个究竟的。哎呦呦，还敢恐吓我？可惜我不是原主。娘啊，大哥可说了，他是会去阮家问的。周老太看着阮秋挑衅的样子，心中不由得一慌。老娘要的就是实话，你这个小哒哒的满嘴谎言，胆敢破坏我们一家子感情，老娘一定要收拾你。当然是2两了呀！你放屁！娘，银子呢？银子到底在哪里？随着阮秋的一番话落下，场面顿时热闹了起来。娘，剩下的3两银子呢？到底在哪里？
我们身为大房，这样您也是情理之中，但银钱也该归我们管。娘，你把剩下的3两给我们。大房像是疯了一般的执着要银子。小周氏见到眼前的场面不对劲，眼珠子一转便想离开。四弟妹要去哪里？眼下你难道不该跟着娘一起劝劝大嫂别恼火吗？亏得娘那么喜欢你们4房2口子啊！你干啥去？你是不是做贼心虚了？看到小周氏这唯唯诺诺的模样，周武氏就好似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那还有不懂的道理？娘平日里便最为宝贝你们4房，银子是不是给你们了？是不是？平日里也就罢了，可这关乎着全家仅存的银钱，必须要说清楚。大嫂，你要干啥？你要打我媳妇？你问过我意见了吗？老四，你要干啥？你还想打你大嫂不成？是他要欺负我媳妇，那你说剩下的3两去哪里了？周老太没成想情况会闹成这样，顿时感觉血冲头顶。别吵了，别吵了，都别吵了。娘，那剩下的3两银子，你到底弄哪儿去了？你若是说了，咱们家这闹剧不也就结束了吗？你到底要干啥？你难不成是想要毁了我们一家吗？不干嘛呀？这有些事儿呢，咱们还是得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不？毕竟你就瞧着打得头破血流，闹得兄弟离心嘛。怎么就2两了？明明就是5两，我周家给你阮家的过令钱就是5两。哎，娘啊，我们也不是说非要在这个事儿上跟您计较，这银钱您自己留着当私房钱了也行，怕的就是您给了别人啊，是不？大家都不是傻子，尤其是阮秋还暗示的这么明显。把银子交出来。吴美芳，你要干啥？你是不是要上天？娘，这么多年，我不求大富大贵，只求能够安稳的过日子，为的就是能够存一些银钱，等着日后应急用。可现在这一切竟然都成了笑话。没有，我说了没有，别跟我叫唤。当家的，这件事情你说咋办吧？娘，即便是到了现在，您都不说吗？老大，你这是要逼死娘是吗？娘，您这是要逼死我啊！我们2口子兢兢业业的干活伺候您，可是您做了什么？那是3两啊，可不是3文钱。为了攒下这么些钱，我们得累成啥样？您说我们谁的心里能舒坦？周老太在2人的逼迫下，只能是哭嚎着交代：银子给你4弟了，你4弟要用啊。老四，别的我也不想多说，你现在就告诉我，银子呢？银子被我用了。用了，那可是整整3两啊！你用来干啥了？你说。你管我？娘给了我的，那就是我的，而且只有2两，咋可能是3两？你少在那里血口喷人！娘，你瞅你做的事儿，你就算是真的想要自己留点钱，那也别往我身上弄啊！你看现在，我不过就是得了2两，结果现在却成了3两。我不管你们是2两也好，3两也罢，现在把钱给我。没有了。你们干啥了？咋可能没有了？四弟妹头上的这银簪子不错。阮秋不经意的来了一句，继续拱火，然后接着看戏。好啊，你们简直就是欺人太甚！老四媳妇当初没有带过来1分钱的嫁妆，彩礼更是被娘家扣下，现在拿着我们在地里刨食的血汗钱去添置这些东西。说完就冲上去拔小周氏头上的银簪子。对，就是这样，挠嘎吱我，薅他头发。对，就是这样，挠嘎吱我，薅他头发。娘，您让您侄女穿金戴银，而这一大家子就这么喝西北风吗？当家的，我这真的没法活了啊！这一个个都能如此对我们。周明胜看向自家亲娘的目光也带着一丝失望和指责。娘，您说咱们一家子要好好的过日子，这就是您所说的好好过吗？老二家的，你快点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哎，还能是因为啥？我婆婆给我大嫂说，我嫁过来给了5两彩礼，为此我大嫂每次见我都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这不，我俩偶然之间说话，竟然发现了这天大的谎言。哦，然后呢？然后谁能想到我婆婆竟然是把那么多的银钱都给了四弟他们2口子，四弟妹用这些银钱买了银簪子等东西，这不就闹起来了？这可真是家门不幸。就是这周老太太平日里就偏疼他们家的小儿子，据说那小儿媳妇还是他娘家的侄女呢。被压迫久了，总是要反抗的。不行，我不同意，我还没死呢，我看你们谁敢分家，不准分，不准！周老太一脸狰狞地看向周明胜，指着他的手指都在颤抖着。瞧您这话说的，您不同意分家，那何该我们大房就被人吸血呗？娘啊，这做人总是不能太过分不是？你这个搅家精，老娘要弄死你！周明胜见此，顿时厉喝了一声：够了，老三去请村长来。周明胜，我是你老子娘，我拼死拼活的生你养你，给你娶妻生子的，你就是这么对我的，你信不信我去官府告你不孝？家是一定要分的，娘若是不满意，那么就尽管去告。
你这是想要逼死我啊？娘，不是儿子要逼死您，是您要逼死儿子啊！你整日这么闹，再好的家都会被你给闹散了。说完后，又看向了缩成鹌鹑般的四房两口子，冷冷一笑。况且娘不是偏疼老四两口子吗？儿子这也算是成全了你，不是吗？凭啥？你身为大哥，那抚养娘的责任本就该是你啊，凭啥给我们？我们不要。况且那银钱我们也都捏着鼻子认了，你还要咋地？周老太也是在听了周明玉的这一番话后，更是一脸震惊的看向他。四儿，你娘，您咋的也得为我们两口子想想啊！我俩刚成婚，要啥没啥的。若是养了你，那么日子岂不是更加过不下去了？哎呀呀，心都扎得稀巴烂了，真是可怜呀！你们这是干啥？村长的声音也把众人从沉默的气氛中给拉了回来。村长，这个家若是再不分，怕是就没有安生日子了。来的路上就听周老四说了前因后果，这周老太婆干的都是啥事？可是你家这不是刚娶了新妇进门吗？这分家不太好吧？别管我，我无所谓，必须要分家。若是这一次没成功，那下一次都不知猴年马月了。见其余人都没说话，村长也知道今天这周家事分定了。你们呢？长风叔，分家可以，但我也才刚成婚1年，没啥根基，所以这养老。老四，你娘平日里最疼宠你了，结果现在到了要分家的时候，你竟然不想养老，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倒是也想要尽孝，但我们小两口也没个积蓄，那咋养我呢？但是大哥就不一样了，大哥成婚这么多年了，本身也有积蓄，再说他当大的，自然也是要给娘养老的。你还有没有点良心？这个家为什么要分，你心里不清楚吗？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结果你现在还不管娘，还想要把娘推给我。我问你，推给我然后呢？再继续让娘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逼我们拿银子接济你吗？你想的可真美啊！都给我住嘴！村长也没想到因为分家，这兄弟竟然怒目而视，现实的让人心寒，无力的叹息了一声，便把目光落在了周老太的身上。老嫂子，此事你也不能当作看不到，眼下俩孩子都闹成了这样，你当娘的难道不心疼？我跟老二家的过。我勒个豆！拿我当软柿子呢，还是当羊肉卷涮的？还是你认为我跟你一样老了？又或者是我提不动刀了？老二媳妇，你别生气，按理说这……按谁的理？你要说什么 ？What？ 你让我养你，你凭啥啊？凭我刚进门你就刁难我？还是这些年如一日的苛待俩孩子？或者你认为我是个冤大头，可以帮你一起养你的私房废物好大儿？这老太太怎么一天天净想屁吃呢？你这个不孝顺的，你可是我周家儿媳妇，你孝顺我本就是天经地义的。我要跟你过咋了？我这是瞧得起你，我是婆婆，想要让谁养谁就得养。哼！晚秋也是在听了周老太这番不要脸的话后，啧啧摇头。啧，要说这不要脸啊，还得是您，其他都是亲生的。二房是你抱养的吗？你胡说什么？我就是瞧着你可怜，所以才想着跟你过，拉拔你一下。我信你个鬼哦！你是看二房已经没男人当顶梁柱了，就可劲儿糟蹋。反正其他3个都是亲生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舍不得吧？这一番话把周老太的小心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小哒哒的咋这么聪明呢？这都猜到了。这时周明胜心中一喜，也想逼着二房不得不养老人。老二媳妇，我认为娘说的。你给我闭嘴！我没收拾你，你就安静的趴着，或者去上炷香，感谢上苍我还没注意到你。你蹦跶出来干啥？当我是好欺负的？我收拾你们时候的疼，是真一点都不记得，是吧？在阮秋这一番毫无差别的攻击下，周明胜气得脸色涨红，不敢再插嘴。记住了，我不是你能算计的。想要让我给你养老，你倒不如重新投胎来得快。我不管，我就是要跟你过。你要是敢不养我，我就去官府告你。抓紧报官，我等着你这老壁灯的报应。不是老二媳妇啊，你不能这样，这到底是你婆婆，你怎么说也得有孝心不是？切，他配吗？给脸不要脸！他们周家内部的矛盾跟我有什么关系？2两银子的彩礼，平日里的辱骂，方方面面不都是说明了一切？结果现在在这跟我谈孝心。老嫂子，二房说的也没错，他们也没有那个条件去养你，这不是还剩仨呢吗？你就挑一个吧。随着村长和阮秋的一番话，周老太最后选择了沉默透明人的3房。老二这些年都不在家里，也没有孝敬到我，所以这家里的一草一木，老二家的都不能带走。哟呵，这真当我啥也不懂呢？周老二是征兵去的吧？朝廷征兵都是会有补助的吧？一个人头多少钱？你这个小哒哒的，还敢惦念这个钱？老娘告诉你，银钱都养俩孩子没了。养孩子是2个孩子在阮家过的那猪狗不如的日子吗？这养法5年大概有1两银子都能直接解决。
别妄图想要让我吃亏，分家可以，该属于我的一样都不准少，不然我就一把火给你周家点了，大家都别想要。最后一番话落下，阮秋的眉眼间顿时闪过了一丝阴寒，竟然让周家众人脸色白了又白。给你就给你，有什么大不了的？最后周家成功分家，二房得了2亩良田，一口陶罐，还有一点家里的余粮的。哎呀呀，养了一堆的儿子，为了这个筹谋那个画册的，结果呢，一个个都不敢跟你过，生怕你会沾染上一样，可真失败。你回房后，阮秋瞧见两孩子一脸幸福的蹲在那米袋子前，不由得抽了抽嘴角。就这么开心吗？娘亲，是你，香香的你哦，以后就不用再饿肚肚，不用再半夜起来灌水喝了哦。阮秋摸了摸中晚的小脑袋瓜子，周燕也特别开心，终于有了属于她小孩子般的模样。乖孩子放心吧，有我在，以后绝对不会让你们再饿肚子的。有娘亲真好。说完，两孩子看着阮秋一脸幸福的笑了。刚分完家，也没多少粮食，得去后山看看。走吧，我们去后山看看。猪，当家的猪进门了。你有病吧？卧槽，好大一头猪！这两口子都有病吧？刚分完家，二嫂就带两孩子上山找吃的。累了吧？我们休息一下。娘亲，我不累哦。上次的肥兔子就是后娘在山上猎到的，这次一定也能猎到好东西。娘，我们不累，还能继续往上爬的。阮秋见到了俩孩子这副模样，笑着揉了揉中晚的头，眼神四处扫视了一番。没事，这里也很好。娘亲，我们要打猎了吗？今天我就来教你打猎的技巧。说完，他折了一根树棍，从背后掏出一把柴刀开始削，眼神虽然专注地看着木棍，但耳朵却是在听着四方。真正的猎人往往都是以猎物的方式而出现，就像现在。几乎是话音刚落下的一瞬间，惨叫声霎时间响彻山林。哇哦，射到了！娘亲太厉害了。是小野猪。娘，您太厉害了，竟然是小野猪。看样子手艺不减当年啊。肉，好多的肉呀。虽然不如自己巅峰时期，但却也聊胜于无，还算是不错。小丫头已经不记得自己上一次吃肉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如果不是还有一丢丢的理智，小丫头都会用自己的小米牙啃生肉了。走，回家。哇，娘亲好棒好棒。娘，我帮你。阮秋嘴角勾起了一抹亲切的笑，扛着野猪身后跟着俩小萝卜头下了山。那人是谁呢？为何要帮我？不然凭我现在这体质，一招还搞不定这野猪。等他们离开后，远处的树上有影子在轻微晃动。爷，您为何要帮那妇人？你认为这偏远乡村的一个妇人会有这等手段？什么意思？那投掷的力道与精准，便是没我的帮忙，他也未曾会失手，不过是成人之美罢了。爷，莫不是细作那位想害您？他还没有那个能耐把手伸得这么长，不过此女倒的确是神奇，暗中盯着。是。树梢再次晃动，男人的身影已然消失不见。阮秋扛着一头小野猪从山上下来，便被村子里的人瞧见，一个个眼神之中充满了震惊、狂热、贪婪。周老二家的，你这是山上捡的？开口的人见他不回答，自顾自地扛着猪肉往家赶，大步冲了上去拦住阮秋。喂，周老二家的，我们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你还有没有点礼貌了？绕开！你这野猪该不会是私会了哪个野男人得来的吧？才没有，这是我娘猎到的，我娘很厉害的。娘亲猎到的，就这么抓到的。钟婉也急忙出声维护，甚至还伸出手来比划了一下刚刚娘亲扔出去木棍时候的模样。再给脸不要脸，那别怪我会做出来什么事儿。所有人的目光皆是贪婪地注视着地上的野猪。想干嘛？想抢我的猪？问过我手里的柴刀了吗？阮秋眼神冷冷地扫视着众人，那眼眸中的杀意丝毫不作假。对于这等穷善恶虽中培养出来的刁民，若是真动手，我可不会手软。村民们不由得彼此对视了一眼，还有那不甘心的。周老二家的，你也别拿着个柴刀吓唬我们，我们也不过就是关心你而已，怕你背不动，你这人咋不识好歹呢？就是，我们不过就是关心你而已呀。娘，他们都没安好心。你这狗崽子说啥呢？果然是个没大人教育的狗。其余人也未曾想到这周家娶回来的二儿媳妇如此勇猛，一时间也都不由得震惊了下来。骂我儿子，你再骂一句试试，以后管好了自己的嘴巴，别以为我好欺负，也别想着欺负我家俩孩子。阮秋冷笑一声，不然我不会嘎了你们，但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走，回家。说完了之后，便带着俩孩子光明正大的离开。这一次也没有人再敢跟着了。猪，当家的猪进门了。你有病吧？卧槽，好大一头猪！这两口子都有病吧？不是，老二媳妇，这猪你抓的。
大房两口子咽了咽口水，震惊的瞪大了双眼，更是充满了恐怖。这你扎死的？废话，不然你扎的。切！还想要我的野猪吗？啊，野猪，这么大的一头猪！发财了，发财了！周老太和四房两口子从东屋里出来，就瞧见地上的野猪，顿时一蹦三尺高，嗷嗷叫着就冲了过来。这野猪是老天爷掉下来，直接掉到了我们头上方的。三房周孙氏和周明东也瞧见野猪，都震惊了。周孙氏急忙抓住也想冲上前的周明东，摇摇头：“娘，您先回来。干啥？你这个不孝的东西！老娘告诉你，你别想占我便宜，这猪是我的。再不回来，估计就会被老二媳妇一脚踢飞了。”周老太还记恨大儿子分家不要自己的场景，当下便恶狠狠地盯着他。周明圣人都傻了。我是好心啊，哎，算了，那您自便吧。猪，我的野猪。娘，咱晚上是炖了吃还是炒了吃？先卖一部分，换点银钱。对，四儿说的对。我勒个豆！这三人这么虎的吗？这只接档我是不存在呢。看着某正的三人，阮秋隐是人狠话不多，得直接在野猪旁幻想未来的周明日一脚。你个大的，你为啥打老四？还不滚！你当你是我婆婆，我就不敢踹你了。你个大的，就这么见不得我们好？阮秋隐是在听了周老太的这一番指责后，不由冷声笑。大房两口子见此，各是摇头，没救了，真是没救了。您给我这装糊涂呢？你趴在我猎的野猪上嚎叫什么？给我的野猪哭坟呢？那可别了，我的野猪是一头好野猪，别在他的坟前哭，脏了他轮回路。老二家的这一番描述实在是太搞笑了。周老太根本就不管这些，耍着无赖大喊：“你放屁！这野猪明明是我的，是我的！老二家的就该如同乞丐般的活着，竟然还想要野猪，做梦！这就是得罪我的代价。”二嫂，你难道真的要逼死我们吗？那野猪明明就是我们的，你是真的看我们好欺负，所以才想要据为己有。听了这话，阮秋倒是不由得呵的一声笑了出来。倒是个不要脸，又能颠倒黑白的。只是一个眼神，那小周氏便吓得一哆嗦。我说的不对吗？这野猪进了家门口，那囊身为长辈便理应得到这猪肉，这到哪儿都是理。毕竟孝道大过于天，只要这野猪被扣上了姑母的名字，那么其他房能不能知道不说，反正我们四房是绝对可以的。在听了小周氏这一番话后，周老太更是得意。哼，你不是能耐吗？那你有本事打我啊！这儿，那村长。这时门外传来了呼喊声，周老太不知为何竟有些心慌慌的。天啊，这么大一头野猪！这么大一头野猪，这得是多少肉啊！你们干啥？这是我的野猪，这是属于我的野猪。村长，你没看了一眼抱着野猪不撒手的周老太，又看向了阮秋。不是老二家的，不是说这野猪是你猎到的吗？这咋成你婆婆的了？你送给你婆婆了？放屁！这野猪是老天爷给我的。众人看周老太这副模样，就好似是要疯魔了一般。明明是老天爷见我可怜，见我被这毒妇搓磨可怜，所以才会掉落到我家。这是我的。你多大的脸？老天爷是瞎了吗？才会从天上给你这种老壁灯扔野猪？为了什么？为了让你吃饱再无休止的搓磨儿媳吗？你放屁！这就是啊！野猪站起来了。这是野猪成精了。是周老二媳妇，她就拽着野猪的耳朵，把野猪给拽了起来。所有人在瞧见这一幕的时候都傻眼了。还想要我的野猪吗？那个老二家的，你别这样，你婆婆这也是一时一动，对不对？所以你别太……如果这野猪是你的，再被别人觊觎呢？看老子打不死他！村长想都没想，咬牙切齿，恨不得要吃人的回答脱口而出。那个事情如果牵扯到了你们自己，哪怕是一个个比我闹得还疯，所以少在我面前说那些似是而非的话，我当不了圣母。冤啊！家门不幸啊！儿媳吃肉不给婆婆吃，真是不幸啊！各位若没事就回吧，这野猪我收拾起来也要忙活好一阵子呢。众人虽然嫉妒阮秋上山就能猎到一头野猪回来，可也被他身上的气势吓住了，跟着村长骂骂咧咧的离开。这要是个懂事的，怕是早就杀猪给咱尝尝了。就是他就是个白眼狼。看着他们离去，还对自己指责，阮秋平静地走向小周氏。你要干嘛？这猪我们不是没拿吗？我说最后一次，以后少在我面前耍心机手段。你们玩的那点小手段我还瞧不上，这是最后一次，再有下一次，我不介意直接灭了你们周家。或许阮秋这番话实在是太狂妄，让周家人不由得震惊。你敢？你可以试试。这小哒哒的这么平静，难不成还真敢灭了我周家？那可是嘎人啊！
他不想活了。我的话不仅仅是针对娘她老人家，各位也最好记在心里。说完，阮秋便直接进了厨房拔猪。娘，刚您真的太帅了。娘亲好帅。嘿嘿，去贺家一趟，告诉贺家那小子，我需要铁锅，让他扛过来。家里的锅上次被你娘炸了。不是娘，贺金宝吗？他会打嘎我的。周燕可怜巴巴又恐惧地看向后娘。娘，您若是真瞧不上儿子，那儿子日后尽可能的离您远点。你有病！周燕话还没说完，便被阮秋打断。那贺金宝不敢对你出手。如果你非要问为什么，那就是他害怕你娘我的拳头，所以快去借锅，不然你没猪肉吃啊！不吃肉可不行，儿子这就去。戏真多。一抬头就瞧见了周武士和周孙氏，两人略有些紧张地走过来。有事？那个老二媳妇，我们来帮帮你。对，我们不图那肉，一眼不看，生怕阮秋以为他们奔着猪肉来的，提前做好声明。长远考虑，若是这二人乖乖听话，倒不介意给他们点好处。周燕去借锅了，等一会人就回来了。周二婶，贺金宝扛着锅，瑟瑟发抖喊着阮秋。你喊我啥？这下好了，贺金宝抖得更厉害了。周二婶，我知道错了。我没打你吧？没，周二婶人最好了。贺金宝急忙的摇头，人都要疯了。上次被打的凄惨，到现在都记得的疼啊！我不喜欢这什么周二婶的称呼。我娘姓阮，阮姨。整个厨房里一时间只剩下贺金宝各种谄媚的声音。阮姨，这锅简直就是为你家量身打造的。阮姨，这锅我送给你了。忙活完，周武士和周孙氏便打算转身离开。一起吃吧，你们该得的。至于为何不是让你们端回去，你们应该清楚。娘吃，妹妹吃。哇，好吃，娘亲，肉好吃，娘亲快吃。顿时一家人外带个贺金宝吃的麻麻香。天啊，家门不幸啊！儿媳吃肉不给婆婆吃，真是不幸啊！周武士跟周孙氏听着外面的责骂声，两人吃得心事重重。你们若是不喜欢吃就回去。不是，老二媳妇，娘还在外面。耽误你们吃了，还是耽误你们喝了？两人似乎没明白阮秋的这一番话。他的不幸不是你们造成的，而是他的儿子们没能耐，不能给他更好的生活，又或者是他那嘎了的老伴没给他留下一个富裕的棺材本，所以归根究底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好像说得很对啊。对，伯母的苦不是我们造成的。看见两人有点觉悟，阮秋嘴角勾起了一抹笑。还有，若是今日这肉我让你们端回自己房中，是你们能吃上，还是你们家男人能吃上？怕是到最后全进了你们那好婆婆和小叔子一家的嘴里了吧？再好的东西若是进了狗肚子里去，那也是浪费。我勒个豆！卧槽，辣眼睛！清晨，阮秋带两孩子坐牛车晃晃悠悠的去镇上，打算把昨天剩下的野猪肉卖掉。卖糖葫芦了，又大又酸的糖葫芦。包子，新鲜的包子。这点肉犯不着自己这个摊子来卖。这时，阮秋看见不远处的猪肉铺，迅速带着两孩子过去。来多少肉？不买肉，我卖肉。卧槽，还是头一次进来我这卖肉的。不收，快走！阮秋不是死气白咧的人，刚要背着背篓离开，下一刻周燕的声音响起：“屠夫叔叔，我们的是野猪肉，很新鲜，您看看。”野猪肉，我瞅瞅。周燕重重松了一口气，然后急忙把背篓上面的草给扒开。叔叔您看看，绝对是新鲜的，而且我娘也收拾得很干净，没有一点猪毛哦。对，我娘亲收拾得很干净。边上的周婉帮不上忙，却用力点头的在附和着。小萝卜头还没人家砧板高。这野猪瞧着倒也不是很大，100来斤的小野猪，也幸好是小野猪，肉质正好。若是大野猪的话，那肉柴的很没法吃。你想咋卖？这里的家猪什么价格？野猪又是什么价格？周燕仰着头看后娘发愣，小伙子聪明的察觉到了后娘大概对此并不了解。叔叔您看着给，别让您吃亏，也别让我们赔了就好。哥哥说什么都是对的，当然娘亲也是一样。肥猪肉一斤是130文，而纯瘦是80文，无花是100文。野猪肉大多数瘦肉多，我也不坑你们，这些都给我按100文一斤算，咋样？100文一斤的话，带过来的猪肉最少有60斤，6000文便是6两，可以。屠夫见他如此爽快，倒也哈哈大笑着点头，随后过秤称了一下，一共有67斤，便给了他6两加上700文。
小娘子啊，这才不外露。现在这日子大家都不好过，你带俩孩子，还怀里揣了这么多的银子，这不是明晃晃的靶子吗？阮秋闻言点了点头，然后一手牵着一个就转身离开了。我可是告诫了的，这小妇人不听，那就怪不得自己了。来，上好的野猪肉啊，1斤200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娘，我们是不是被骗了？我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他即便是能1两银子1斤，那也算是他有本事，无需多管。周燕仍旧是感觉有些亏了，但后娘说的也有道理。娘，有人在盯着我们，娘知道。小家伙很紧张，因为紧张连声音都有些紧绷。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们，我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感觉不到？怕吗？不怕，我都快要被吓哭了好吗？不怕，他们打不过我。我勒个刀！卧槽，那眼睛！妹妹别看！卧槽，你有病吧？小娘子你好啊！去你丫的！杀！嘿嘿。你们要干嘛？怎么说？也许是阮秋问的太随意，两个大汉一时不由得愣住了。你们拦着我们不是想打劫吗？对，打劫！臭娘们，识相的抓紧把钱财和粮食留下，这样大爷我也可以勉为其难的放你们离开。周燕拉着妹妹躲在后娘身后瑟瑟发抖，阮秋直接走向劫匪，算你识。话还没说完就直接被一脚蹬飞出去。我们错了，女侠饶命！我们真的知道错了，女侠饶命啊！娘亲好棒！还有更棒的，我只演示一次，看好了哦。救命啊！打劫我吗？错了，女侠饶命！知道怎么打劫吗？我教你们，免费学。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后娘在干嘛？在打劫吗？娘亲好棒棒！两个大汉也是傻眼了，这小妇人啥意思？有，我还有1两银子，我有1吊钱。早知道这小妇人战斗力如此凶猛，便是再给我100个狗胆，也不敢抢她啊！做完人后，阮秋心情好了不少。走吧，这2人是地痞，咱们这是为民除害，知道吗？两个孩子，一个眼神崇拜，一个目露迷茫，母子3人就这么在镇子上一顿买，3人一身的补丁衣服也换了，还买了一些生活物件。娘，心好痛。你与婉儿身体太差了，需要好好补一补。谢谢娘亲。家里还缺什么吗？不缺了。娘，您还有银钱吗？慌什么？我若是买了，那便说明我还有余钱。这时便瞧见那蹲在墙角的乞丐莫名的清秀，两娃抬头顺着后娘目光看过去。娘，您想给他点铜板吗？啧，这孩子不一般啊！虽然穿一身烂衣，脸也脏得厉害，但眼神却极其干净。小乞丐看到阮秋走过来，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如同小狗般的可怜又胆怯。夫人仁慈，求给2个铜板。做乞丐多久了？小乞丐原本还在防备他打自己，这下不由得傻愣愣的看向阮秋。不会真是个傻的吧？不傻的，我不过是与仆人走散了的，我不是傻的。做乞丐多久了？1月有余。我不该和兄长闹脾气出来玩的，再被人拐卖到此地。小家伙低垂着头，沮丧的想着，眼泪都掉下来了。我错了，我不该乱跑的。啧，一看就是个未曾经历过社会毒打的小少爷，然后平白遭了难。娘亲是要不管他了吗？夫人，求您救救我！若是能帮忙联系到我的家人，一定会重金感谢您的。阮秋没理会小乞丐的苦苦哀求，反而看向周燕。咱们3个人拢共就那么大点地方，把她带回去睡哪里？你妹妹可是女孩子啊，难不成你想要让你妹妹更爱男同床？这个时代对女子本就苛刻，不得不考虑的更多。我是后娘，别等到你妹妹名声被影响后，再怪到我身上。周燕听了这话，随后沉默了。是的，这小乞丐虽然可怜，但妹妹名声可不能坏。夫人求您了，我可以睡下人房。小乞丐见母子2人沉默，以为他们不想管自己，连忙哀求。你觉得我们是会配有下人房的人家吗？我们日子连大户人家的下人都不如。小哥哥，我家很穷的，而且奶奶还很可怕。那柴房呢？我家柴火都堆在院外，每次柴火丢了，奶奶都会打我和哥哥，还骂我们是3门星废物，连柴火都看不住。可是明明丢柴火的时候，我和哥哥在河边洗衣服啊。小乞丐更绝望了，听着3只小的对话，阮秋到底没忍住笑了出来。也不是不能帮，走吧。
就这样，来的时候3个人，回去却是4个人。有病一样，让一个小乞丐上牛车，这都什么味啊？恶心死人了！没事，回家洗洗就好了。说的好听，那不也是回家？这一路上若是把我熏吐了，你们赔得起啊？停车停车，马上让这个小乞丐滚下去，不然把铜板还给老娘，还得给老娘双倍。车夫被迫停车，有些为难的看向那妇人。恒明家的，这孩子都已经上车了，而且人家也给了铜板。你若是嫌弃有味道，你坐前面，忍忍就到家了。忍什么忍？老娘坐车就是图一个舒坦。现在这个小乞丐在，老娘就是不舒坦了。快点的，你咋搞的？要么把这小乞丐给我丢下去，要么给老娘双倍铜板。切！小乞丐被吓得颤抖，慌忙要起身下车，被阮秋给按住了。做不做了？做什么做？刚刚还在口出狂言的妇人，这会直接被踹翻在地上了。你没有我的同意，扔我家孩子不可以，给你双倍银钱，那你更是做梦。这2种办法都不行，所以只能给你第3种，踹你下去，自己滚回村子，你可满意？走吧，他自己走回去。啊，这样会不会不太好？还不走？走走走。就这样，牛车一路晃晃悠悠的回到了村子13堡。那是谁啊？老周家新进门的小媳妇吗？他家不是只有2个孩子吗？对啊，这咋带3个回来的？瞧着像个乞丐，不会是周老家之前就有的吧？这小乞丐是谁？捡来的。你个大大的，家里是有余粮还是有地方住啊？人都要养不活了，你还敢捡个乞丐回来？我们老周家到底是遭了什么天谴啊？竟然娶了你这样的人进门？怎么就是记吃不记打呢？阮秋，我告诉你，你现在马上把这小乞丐给我赶走，不然你也别想进这个家门。婉婉不是，婉婉没有。阮秋，我告诉你，现在马上把这小乞丐给我赶走，不然你也别想进这个家门。你吵不吵？懒得理你，回家。看着阮秋这般无视自己，周老太气得冲上去薅小乞丐的头发。你也知道疼，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小孩子被薅着头发有多疼？那怎么能一样？那小杂种跟我又没有一点关系。哼，你还配当个人？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已经分家了？这是你家没错，但同样也是我二房的家，所以你有什么资格对我二房的事指手画脚？话落，阮秋手腕一个用力，便把周老太甩到了地上。你娘啊，您可消停点吧！你难道真以为老二媳妇不敢揍你吗？以后如果实在是想耍婆婆威风，那你去找你3个儿子，但不用妄图到我的跟前找存在感，因为我不会惯着你。再有下一次，你那爪子也别想要了。哼！说完，阮秋带3只小的回了二房的西屋。你瞧见了吧？那个小哒哒的分明就是不孝啊！娘，二弟妹不孝，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何必自找苦吃？所以你也认为是我的错？周老太不敢置信地看向大儿子周明胜，自然也没错过亲娘眼里那一闪而过的怨恨。当个孝顺儿子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要被亲娘仇视？娘，二弟妹打从嫁进咱们家后，她对您是什么态度？想来你也很清楚。此时儿子若是再多说点什么，就显得儿子是在帮二弟妹了。您自己看着办吧。阮秋，你个大大的反了天了，不孝顺的东西！还有你们大房看着亲娘被他这么搓磨，都不是个好东西。院子里顿时响起周老太的咒骂，这次还带着大房都没落下。他自己不敢跟二房对着干，就把我们拉来泄愤，凭什么？啥脏的臭的都要咱们承担着，就没见过这样欺负人的。算了，让他骂去吧，骂一会儿也就消停了。周武士刚到厨房门口，就见阮秋正用打算新买的锅烧水，急忙上去阻止。这铁锅的开锅，不然日后不管你是做啥饭菜都得粘锅。你们没想过搬走吗？啊，啥意思？话题转得太快，周武士脑瓜子一下子没转过来。总是住在一个院子里也不是个办法，到时候他若是真的打定主意偏心，那最恼火的还是你自己。你这是打算搬出去了？看着他就烦，保不齐哪天就一拳打在他的太阳穴上了。为了避免那种惨状，我感觉我还是离开为好。能离开自然是好的，也省得日日吵架。至于我们就算了，毕竟是当老大的。阮秋见此倒也不多说什么，很快水就烧好了，记得洗干净。婉儿，我们出去，男孩子洗澡，女孩子要避开，知道吗？真是不要脸啊，竟然还敢出来转悠。谁说不是呢？这老周家也真是惨啊，竟然当了活王八。你们小点声，听说他可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别到时候听到了再揍你们。怕啥？他敢做，还不敢听了，我就不怕。你咋了？眼睛进沙子了？我给你吹吹。我很好奇，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这么大肆宣扬？来说说，我也听听。身后一道冰冷的声音让老太太崛起的屁股定在了半空中。
你自己干了啥？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在外面生了孩子后还敢找婆家，这也就周家是个傻的，又嫁了个死鬼，这档子事也没个人去验证，你自己还有没有点廉耻？那前头生下来的孩子，你还敢带回来？说你不要脸都算是对你的宽容。前头的孩子谁？哎呦喂，瞧你这会装的，是谁你心里不清楚吗？你不都领回家去了吗？阮秋这时候才反应过来，原来说的是那个小乞丐。这是把小乞丐当成自己的孩子了，所以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承认了，你承认了是不是？那孩子就是你的是不是？这下把老太太激动的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果然没看错，这其中果然有猫腻。不准说我娘，我娘是最好最好的，是世界第一好的娘亲。小家伙不允许任何在自己的面前说娘亲的不是，气愤地站出来辩解。你这个小丧门星，在你娘肚子里就把你娘给克嘎了，还把远在外战场上的爹也克嘎了，你有什么资格说话？赶紧离老娘远点，别把你那晦气传染到了老娘身上。婉婉不是，婉婉没有。小小的孩童眼中充满了无助，看向后娘，生怕娘亲听了这话也认为自己是个丧门星。娘亲，婉婉不是。你在嘴巴不干不净的一个试试。所有人都惊呆了，震惊地看向阮秋。就在这时，外围一道愤怒的尖叫声响起。在那里，当家的人在那里，就是那个小贱人把我从牛车上踹下来的。就是你把我媳妇从牛车上踹下来的，你是不是找死？你个小哒哒的，把我从牛车上踹下来的时候不是很爽吗？现在老娘就要让你彻底知道得罪我的下场。现在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再给我5两银子作为赔偿，那此事就算了了。若不然，哼！对，还有我也得赔我5两银子。竟然还能爬起来，怎么怕了？你打了我男人，就不能打我了。就是你把我媳妇从牛车上踹下来的，你是不是找死？现在给我媳妇跪下磕头道歉，并且赔我们钱。跪下赔钱？对，识相的马上给我媳妇磕头道歉，不然小心老子打你。来，让我试试你这为了自家婆娘出头的男人到底有多大的能耐。疯了吧，这是要打一架。下一刻何明就在景双城冲了上去，众人惊呼找死。众人一听是男人的惨叫，急忙转过头看去，都傻眼了。我知道错了。这咋可能？怎么怕了？你打了我男人，就不能打我了。瞧见了吗？你给你女人出头，你女人只想你抓紧死，别挡了她再嫁人的路。真可怜啊！我没有，你别胡说。你还让我跪下来磕头道歉吗？还想让我赔银子吗？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这场面让所有人不由得震惊，看向阮秋的眼神更加恐惧了。跪地磕头已经有了，那就赔银子吧，毕竟我被你们吓到了。对，您说的对，赔银子。蠢妇，快给我银子。他又没事，他这是在讹人。5两银子啊，我们2口子得攒1年才能攒到1两银子，凭啥要给这个小哒哒的？你也知道是讹人，没错，就是讹人，不给我就打嘎你男人。快点给我，你这个蠢妇是不是想害死我？给你。行了，滚吧。何明当下急忙带着自己同样跌跌撞撞的滚了。阮秋把目光落在那老太身上，现在是不是该轮到你了？给。老太最终抠出1两银子给阮秋，也飞快地提脚跑了。阮秋也带着周婉回家去了。娘，您看他长得好好看啊！小乞丐听了周燕的话，害羞的不敢抬头。抬头我看看。虽然第一次见面时看到那双纯真的眼眸就有所察觉，但洗干净后仍旧被震惊到了。咦，怀璧其罪的道理你应该懂的。这样漂亮的一张脸，恐怕会引起祸端。我虽生性冷淡，但对这世间的恶，却是有着直观的感受。这模样，若是来往人群，无疑是误入了狼群里的小绵羊。小乞丐听了这话，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当下瞪大了双眼。姨，求您救我！虽然我才6岁，可这并不代表我不识好赖。姨，求您了。阮秋是个讨厌麻烦的人，现在无意间的卷入了麻烦中，无奈的叹了一口气。从今日起，你叫周周，也不可再洗得这么干净。你去蹭点锅底灰来。娘，为什么要把他脸给涂黑？你认为他长得好看吗？好看。小哥哥的确好看哦。可是，在没有自保能力之前，好看本就是一种罪过。若是有人见他好看，便想要把他给抢走，你们又要该如何？你们谁能护得住他？两个孩子大概从未曾想到过这些，一时间都不由得呆愣住了。不是还有娘亲吗 ？No。所以我没事干，整天就盯着你们3北。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记住了，人最该信任的就是自己。若是你把自己的命交付给旁人，那么就要想好了被算计、被陷害的下场。这种话从来不曾有人与他说过。周燕也彻底明白了后娘的良苦用心，至此小乞丐周周便在家中住了下来。周周哥哥，你不喜欢娘亲给你起的名字吗？看到婉儿那副疑惑的模样时，他最终无奈地叹息了一声。没，我很喜欢。姨姨都没问过我叫什么。周周这名字一看就是没走心。穷乡僻壤莫名出现谈吐不凡的小乞丐，神秘高手，呵呵，不管你和这娃有没有关系，养娃费你出定了，还不现身吗？阮秋耳朵动了动，可回答他的却只有风声。如果再不出现，我会把小乞丐给扔掉。姑娘，滚下来！装什么神秘大人物？不知道仰着脖梗说话很累吗？男人一顿，似乎是未曾想过这女子如此大胆，开口的一句话就如此不客气。姑娘满意了？你是江湖大盗？不是。朝廷重犯？也不是。采花贼？不能给我安排一个好一点的身份吗？姑娘为何这般说？难道我看起来就不像是个好人？好人大白天的戴个面具，还是金子雕刻的面具？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赚点银子全靠讹人与打架，结果有的人已经拿钱不当钱了，真没天理。姑娘见谅。那小乞丐跟你什么关系？姑娘何出此言？说不说我就把那小乞丐扔出去了，不要是图跟我拐弯抹角，我并没有那么多的耐心。男人大概也是未曾想过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如此一言不合就养杀子的。姑娘说话素来都这般直接吗？咦，一个大男人废话那么多，磨磨唧唧的。暗处的侍卫听见自家主子被一次又一次的挤兑，一时间也不由得嘶了一声。大姐好友，姑娘为何断定我与那孩子有关系？穷乡僻壤的出现这么一个漂亮的小乞丐，而且又谈吐不凡，你当我是傻子？那又是如何断定我与那孩子的关系？没法断定，所以就上山来问个究竟啊！阮秋那眼神就如同是在看一个傻子一般看着男人。你是不是偷东西了？你是不是要拿东西出去卖？老娘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姑娘可真是玩得好一手空手套白狼啊！空手套白狼的难道不是你吗？那姑娘想要如何？那小孩身份很不一般吧？一个孩子尚且不易，更不要说养一个如此金尊玉贵的小娃娃了。阮秋没有提银钱，但即便是没提，可话语里皆是孩子要富养。既然如此，那每个月100两银子如何？给钱啊！你别说的那么好听，结果就啥也不干吧。名医，爷，给他银条。哇，炸！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拿来吧你！名医素来都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怎么这会儿看起来如此势利？阮秋这人素来识趣，接了银票转身就要离开。姑娘等等，还有事，不能是心疼银票，想要回去吧？姑娘放心，既然答应了你，那么我自然不会食言。难道姑娘就不会担心，你若是养着那孩子，会给你带来危险吗？所以你还要继续给钱吗？这是个财迷吗？我不过是好奇询问。这有什么好奇的？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有危险那还不知道是谁呢？说完后，阮秋也不想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这儿，当下便转身就离开了。倒是有意思，他的情况可是查到了。爷，属下倒是感觉此女的身份不一般。说说看。属下调查过，此女以前是个很怯懦的人，在娘家的时候也是日日被打，时时被骂，而一切也都从她成婚的前1晚开始，不仅是把人给揍了，还把聘礼也给抢了回去，极其生猛。哦，有点意思。阮秋，你可别让我失望啊！无需去管其他，派人暗中保护。是。下山后，阮秋来村长家门口，对着人家的砖瓦房垂涎。这房子不错，好喜欢，还想要，现盖估计要等很久。周老二家的村长婶婶好。哎呦，好孩子，走屋里去。嗨，村长。嗨，你大爷个腿！村长深吸一口气，跟着走了进去。周老二家的小媳妇，你这过来是有事？我的活又让婆娘给抢了，真的好气。村长，我这一次过来是想要问问，咱们村里可有空房子啊？周老二家的，你这是要搬出去？是的，村长，主要是住不到一起去，总是吵架，对大人身体有损，对孩子身心有损。为了避免会把谁给气死，我打算开恩搬出去。好，搬出去好啊！我早就看那老婆子不顺眼了，一天天的除了搓磨儿女还能干啥？整日不如他意了，就哭喊着不孝要上吊，也没见他真的把自己吊了呀！搬，必须搬！你闭嘴！切，村长，这个事我自己可以做主。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村子里可还有空置的房子？村委有一所房子，一家前几年搬走了，眼下没人住。就是你若是住了，得给村子里点银钱打点。应该的，多少银钱？2两1年。阮秋点点头，便给了2两。惊得村长瞪大了双眼。老二媳妇，你的银钱哪里来的？不能是。
野猪肉卖的。等阮秋离开后，村长不由得摇摇头。这老周家的，怕是又要闹起来了。他们家什么时候不闹腾了？而且我瞧着周老二媳妇人不错，以后你能帮就帮点，少和稀泥。哼！第二天，阮秋准备带3个小的去新家，就被小周氏婆媳拦住了。干啥？干啥？你是不是偷东西了？你是不是要拿东西出去卖？老娘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竟然还敢偷东西！抓紧给老娘放下！奶奶，我们没有，这里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没有偷东西。我勒个豆！你有病吧？你个大大的！偷东西你还有理？我要让全村里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货色！总算抓到这个大大的把柄了，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二嫂，你怎么能偷家里的东西呢？这都有病吧？眼神这么不好使。话落，阮秋把身上的包袱放地上，让他们查看。瞧瞧，真让我们看！瞧你那上不得台面的出息！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我们偷东西吗？现在给你们看看又不敢了。算你识相。没检查出什么的周老太不死心，眼睛一转，你们这大包小包的要干啥？难不成你是想要把我的孙子孙女拐卖掉？天啊，老娘就知道你个小大大的没安好心，这是要把我孙子孙女抓出去卖掉啊！不给阮秋说话的机会，周老太顿时就坐地上哭骂：周老二家的，你可真是歹毒心肠啊！你这样的就该抓去官府做大牢。就是，有没有人去报个官啊？这都要卖孩子了。没有，我们不是。没有，娘亲没有要卖我们。你笑啥？你这个恶毒的人，你现在竟然还有脸笑得出来？果然恶毒啊！都被拆穿了还这么冷静，这是摆明了认为老周家好欺负，也把咱们村里人当傻子。原本还感觉这是有什么蹊跷的证人，这会儿心中也泛起了嘀咕。娘亲，他们为什么这么坏？乖，不怕。娘亲，他们为什么这么坏？乖，不怕。你这孩子可真是不识好人心，我们这也是为了你好啊！这恶毒的女人可是要把你们卖了。还没有，娘亲才没有想要卖掉我们，娘亲明明是……话还没说完，就被周燕给捂住了嘴巴，退到了娘亲的身后，小声的提醒：妹妹别说，不能给娘亲添乱。他要干啥？你们说清楚。你这个想要拐卖孩子的毒妇，你不得好死你！我们现在就要抓你去见官，让你蹲大牢，让你秋后问斩。我嫁进了周家，对吧？是，那你也不能。嫁的是周家二房，对吧？那又如何？所以这俩孩子就算是我的儿女了，对吧？既然是我的儿女，那我自然有处置权，对吧？为了把事儿给搞大，阮秋自然是要按照他们心中所想的那般，照着恶毒后娘的剧本开演。你看，我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他果然是要卖孩子。这个毒妇！人群随着周家婆媳的愤慨，瞬间变得热闹了起来。不行，不要出去！你回来，你说说你这人，实在是沉不住气。你看老二媳妇有半点被识破了歹毒心思的愤怒吗？周武士闻言又去细细的观察了一番阮秋，摇摇头，一时间不由得咽了咽口水。当家的，你说他到底是要干啥？这边人群吵吵嚷嚷的，有那恼火万分的，都已经冲上去要打阮秋了。嘿嘿，你要干啥？咦，你怕了？你既然怕了，那为何在最开始会想着要出头？你这么爱表现，你家里人知道吗？你倒在地上不起来，是想要讹我银子吗？但是没有人可以从我手里讹走1文钱，相反的，我还要告你诬陷我，甚至刚刚还想要耍流氓的轻薄我。你若是不给我精神损失费，那我就去报官。所有人居是不由得震惊的瞪大了双眼，烈士看向那阮秋的眼神也充满了震惊。你这个毒妇，你竟然敢倒打一耙！明明是你要卖孩子，我自己的孩子活不下去卖了又如何？虽然他的话说的不好听，但是人家说的也是事实。也是，若是真有活不起的人家，卖儿卖女的也实属正常。报官吧。不行，报官，我们这也是为了孩子们着想，你不能报官。喂，我们是为了周家的俩娃，这都是好心，所以不能报官。切，凭什么？你们还记得刚刚是如何辱骂我的？说我歹毒，说我该死，说我卖孩子，我的家事儿都能给你们给指手画脚。今日若不给你们一个教训，那么你们日后岂不是要骑在我的头上作威作福了？今日这官我报定了。不准！一个个开始胡乱的解释，还有人把隐身的周老太跟小周氏给拽了出来，婆媳俩一瞬间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我们分家了，他二房跟我们没关系。对，分家了，二房的事跟我们没关系。娘，您是不是忘记了？最开始咒骂我是毒妇，冤枉我卖孩子的人可是你呀！
你到底要干嘛？我能做什么？这一切难道不是你们搞出来的吗？周老太是真的要被阮秋给折磨疯了。你就说你到底是要干啥？我可告诉你老二家的，咱们虽然分家了，但孩子到底是我的孙子，我关心孩子也没错。娘这么诬陷我，让我心里很是难受。所以娘是不是要给我点什么补偿？什么？给你补偿？你做梦！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咱们就报官吧。毕竟我这受了委屈，那自然是不能就这么罢休的。然后咱们好好算算，为何二房的2个孩子明明5、6岁的年纪，但是看起来却跟3、4岁一般的营养不良？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莫不是受到了什么苛待？也不知官府管不管啊？周老太的脸色顿时白了下去，恨不得吃了阮秋。说吧，你到底是要干啥？别说让老娘给你赔偿，那是不可能的。老娘没有，老娘宁可蹲大牢。我们住在一起，总归是会日日吵架，娘看我也不顺眼。与其这般日日生厌，那我们就搬出去吧。搬出去？你也可以不同意，那咱们就报官。到时候你被抓进去了，我自然也可以继续搬出去。你早就想好了是不是？你是故意的。No， 要搜查我们的东西，诬陷我试图贩卖孩子这事儿，可不是我逼你的。娘，让他们走。现在若是放他们出去，那岂不是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过好日子了？娘，他若是不走，那么待会儿报官不说，日后也会报复咱们。反正走了也是咱们家儿媳妇，到时候你朝他要孝顺钱就好了。分出去单过可以，但你每个月都要孝敬我。找你儿子去。那就不准搬出去单过。你确定？对，你如果要是不给我孝敬，那么就在家里过。娘啊，救命！众人也被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往后退了2步。你干什么？你放开他！就是你没事愿意捧顾别人搞事是吧？我没有，不是我。娘，您救救我啊！你要干啥？你说，你快点把春兰放下，快点！娘呀，瞧您这话说的，大家都一个院子里住着，我身为嫂子，收拾教育一下弟媳妇，应该没啥大不了的吧？哦，对了，周老四呢？来，把人弄出来，我今儿个把他们2口子捆在一起收拾。周老太这会儿即便是心底里在愤恨，再不甘也只能咬牙大喊：我让你搬出去，我让你搬出去还不行吗？你快点把春兰放下！真让我们走？滚滚滚！既然娘这里容不下我们，那我就只能离开了。哎呀，我们真可怜啊，还得找地方住。各位粉丝宝子们好，非常抱歉，由于撒爽后娘目前的章节已经做完，后续的内容又更新慢，露露现在也要等2到3天才能更新1集视频出来，实在没有办法。为了不让粉丝宝子们久等，露露打算重新换本小说。大家有什么好的小说推荐，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哈。阮秋带着3只小的从老周家出来，来到新家开始打扫。娘亲，这是我们的新家吗？喜欢吗？喜欢。好了，我们开始打扫吧，新生活开始了。Lady Go！ 家里还缺不少东西，被褥什么的都没有，你们3乖乖待家里，我去镇子添置些，快去快回，就不带你们了。好的，我会看好他们的。说完，阮秋就快步出门，路上还遇见周武士。大嫂，老二家的，咋了？你这是去哪里呀？去镇子上添置些东西，新屋子里啥都没有，大嫂有空吗？咋了？请大嫂以后每日去我那里帮我做2顿饭，1月给你1两银子工钱，粮食我们自己出。老二媳妇，你说真的？以后我还有别的事干，不可能1日3餐围着灶台转。大嫂人目前看着还可以，先请她做，你干不干？干，这么好的事怎么可能不干？随便做饭1个月就有1两银子，这么好的事傻子才不干。以后谁要是敢说二弟妹不好，我跟谁急？好，那就从今天中午开始吧。一会你去我那里做饭，我先去镇子上。好，你快去忙。周武士目送阮秋走远，转身往他新家走去。就在周武士快要做好饭时，阮秋才提着大包小包的回来。娘亲大伯娘，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咋了？娘亲，大伯娘在我们家做饭。没事，是娘亲请过来以后给我们做饭的，付工钱的那种。娘，你买这么东西还请人做饭，您还有银钱吗？少操心，以后会长不高的。说完，阮秋就直接走进屋去了。大嫂一起吃点。不了，你们吃，我还得回去给家里做饭。今天忙了一天，阮秋一家早就洗睡了。叫得这么难听，还要半夜叫，你最好有事，叫我出来有事。姑娘好胆色，你瞧着也像是个有钱人，
能不能把你手下送到口技者那里培训一下？那是布谷鸟，真是比乌鸦都难听。果然是个吞妇，根本不懂欣赏，我学的多像啊！是，你说的对，下次我们会注意。主子，找我有事，无事不登三宝殿。阮姑娘可是察觉最近有什么异常？什么意思？抱歉，牵连姑娘了。见阮秋冷着一张脸不说话，半晌才试探的开口，不然再给阮姑娘100两。搞啥？爷您听听您在说什么。500两。行，01。银钱都收了，还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的行踪已经被发现了，今日会有人来查探轩儿。周周的容貌太好辨认，阮姑娘若是方便，请居着点她，莫要让她出现在人群。男人的声音轻冷，但语气中却带着一丝慎重与拜托。行，这个事我会处理。还有其他的吗？那没事，不要打扰我的美容觉。说完，阮秋打个哈欠，转身就走。次日清晨，阮秋就一脸猥琐地盯着周周。周周啊，依依这边有一点点小麻烦，需要你帮忙处理一下，你愿意吗？依依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呢？就是这个男娃啊，有时候太过金贵，周周又长得这么好看，依依担心你被人拐跑，所有需要让周周变成女孩子来躲过这些磨难。依依，我是男子汉。看着小周周气鼓鼓的样子，阮秋不由得扑哧一声笑了。那个娘亲，不然我来。傻大儿，你哥这添什么乱？一边玩具吧，我们考虑一下。看着阮秋这副模样，周周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依依，我们是不是遇到了麻烦？会伤害到依依吗？没那么严重，但是如果周周扮成小姑娘，那将不会有半点危险。好，依依，我同意。看到小少年这般懂事，阮秋却有着一丝的疼惜。哇，周周姐姐，娘亲是姐姐吗？是姐姐哦，之前是娘亲弄错了。好了，婉儿，我们不要围着周周姐姐呀。老二媳妇，大嫂以后可以直接喊我名字。小秋啊，那个孩子是女孩，我怎么记得带回来的那日是个男孩子装扮呢？是个小姑娘，之前当乞丐的时候怕出了什么事，就扮成了个男孩子，倒是个聪明的。是，瞧着也是个机灵的。等周武士从阮秋家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周老太拉着一张脸站在院子里。你干啥去了？没啥，婆婆想干嘛，不能让她知道我去老二家做工了，不然她又要做出话来。说，给老娘说明白。看周老太一副的理不饶人的模样，周武士当下也是不由得拧眉。娘，您这是干啥？您是有人伺候着，吃喝不愁，我得回去给一大家子做饭呢。你还好意思说我？我问你，你一大清早出去干啥了？说，是不是偷汉子去了？你说啥？你再说一遍。听到周老太竟然如此恶毒地揣摩自己，周武士气得肺子都要炸了。咋了？老大呀，你可出来了！你瞅瞅你婆娘，她这是要吃了我啊！你问问你娘都说了什么？她这张嘴就说我大清早出去养汉子，这是一个长辈该说的话吗？就没见过这么恶毒的人。娘，这真是您说的？我哪里说错了？这不就是事实吗？她大清早的就不知道干啥去了，现在才回来，这不是去偷汉子，难不成是去地里侍候庄稼了？我呸！她咋可能这么勤快？周老太似乎在迫切地想要给周武士定罪，继续大喊道：谁家婆娘大清早的不见人影？那不是去养汉子了，是干啥？老大，你听娘的，你给我狠狠地揍他，往死里揍！这种不守妇道的娘们，大家都是活该。够了！你吼我，周老大，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可是你娘，你竟然跟我喊！我要是知道你这么不孝，当初就应该把你扔尿桶里溺毙。娘，这才是您心里的话吧？其实当初您不仅是想要把我溺毙，您连老二、老三都想一起溺毙吧？在您心里，只有老四才是最好的，对吧？女人家的名誉本就是极为珍贵，周武士再不好，那也是奉了婆母10来年，最终却落得这下场。越想周明胜心里越觉得荒谬。娘，若是您容不下我们大房一家，那我们也可以搬出去过。活该！哼！什么？我看你敢！周明胜，老娘告诉你，你如果敢搬出去，那我就立马撞嘎在你面前，我要让全村的人都出来耻笑你，我要让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周老太此刻看向周明胜的眼神都是怨恨。说起来真是可笑，明明是母子，既然如此，那么娘您日后说话就注意点，我屋里的事您也少管，我自家婆娘是什么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绝对不许任何人污蔑她。周武士看到周明胜这般维护自己，此刻也觉得之前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当家的，
娘，不然找村长吧。找村长干啥？您不是说我们没良心、没孝心，对您不尊敬吗？找村长来说说这个事啊。你个小娘皮，竟然还敢煽风点火！老娘的儿子跟老娘不亲，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娘啊，您这话说的就有意思了。若不是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我，何至于如此？那你倒是说说，为啥你大清早就离家？你说你不是养汉子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呀！周武是一时顿住了，他不想把阮秋拉扯进来。他是去我家做饭了，有什么问题吗？大嫂每日照顾我们一家4口的3餐，作为回报，我会每个月给她1两银子的酬劳。怎么了？你是不允许我雇佣大嫂，还是不允许大嫂出去做工赚钱？多少？1两银子1个月？你是疯了吗？他凭啥值1两银子？那当然是凭我乐意啊，你管得着吗？你个大大的，你不会做饭吗？会啊，懒而已。你哪里来的那么多银钱？你怎么会有银钱？你管得着吗？老二家的，谢谢了。现在真相大白了，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不等周老太再说出什么，周明胜拉着他转身就。姑母，咱们难道就这么任由那个阮秋欺负咱们？而且姑母您好心的不跟他计较，还把他分出去单过。可是他现在这分明就是在撺掇着大房跟您对着干啊！我咋能不知道？但现在这个情况，你说我们得咋办？自从小周氏知道周武是在阮秋家做工能得1两银子，嫉妒的快要发疯了。娘，您说那阮秋到底哪来的银子啊？之前他虽然坑过我们，也坑过村子里人的银子，但那银子也不经花啊。我瞧着他家那3个狗崽子都穿着新衣服，这多少银子也扛不住这么花，对不对？看到婆母陷入了沉思，小周氏继续拱火。娘啊，我也知道我一个当弟媳的不该这么恶意揣摩别人，但你说二哥是骨未寒的，他这样让人寒心不说，这也让咱们家丢脸啊。对，没错，那个大大的肯定是在外面瞎搞事，那些银钱也都是来路不正的东西。现在这还没几个人知道，咱们还可以处理了。若是日后让人知晓了这些，那咱们可就是遗臭万年啊！二哥为了咱整个周家去参军，5年都没回来，指不定尸骨在暴尸荒野。现在二嫂这让二哥在天之灵怎么能安息？该死的小哒哒，看我今天不打嘎他！该死的哒哒，阮秋这辈子你都别想翻身。这边阮秋刚准备上山打猎，在门口就遇到周老太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你要干啥去？这老太就跟苍蝇一样烦人，你有事？我问你话呢，你要干啥去？你是不是又要干啥不三不四的营生去？你就是要给我们老周家丢脸是不是？找死！你要干啥？救命啊！嘎人了，来人了！你难道不感觉你现在这样子很可笑吗？你这大大的，你用身子去赚钱，让我家老二没脸，你该死！呀呀，我不活了！这当儿媳的打人了，打婆婆了，没天理了！娘亲，一会来人了，就说是我推的奶奶。阮秋愣了一下，随后便明白了他的心理，心里顿时暖暖的。周燕，还有你们俩都给我记住了，人生在世也就这么一辈子，若总是被那些条条框框所束缚，那还不如嘎了算了。孝敬长辈，那也得是个慈善的长辈；若是个只会算计又总想着要占便宜的长辈，那就直接打回去。嘴巴长在别人身上，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一辈子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懂了吗？3只小的神情呆滞，对于后娘这番话有些消化不良。那些爱看热闹的村民听着周老太的哭嚎也都聚集过来。周老二家的，这到底是咋回事啊？你婆婆咋在你家门口哭嚎？瞧着那脸，哎呦喂，这是被谁打了啊？哎，我也不知道啊，我这刚准备出门去打猎，就瞧见了我婆婆在我家门口坐着，看到我就开始喊起来了。你个大大的，明明是打的，你打的老娘。这到底谁说的真的？咋感觉奇奇怪怪的呢？还能这么晚吗？对，我奶也不知道咋回事，突然来我家哭嚎，说我们欺负她，可是我娘啥也没干啊。大人有可能说谎，但这小孩却不至于。周家婶子，你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就是，你家二房都分出来单过了，你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吧？不是这样的。娘啊，你为啥要这么冤枉我？这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你给老娘嘎，你个大大的！娘亲，娘，您这是做什么？您这是逼我去洗啊？你个大大的！啧，看来刚还是掐得轻了。在场的众人看到这情景，便开始谴责周老太。你们都瞎了吗？是他掐的我。娘啊，你说这话要讲究证据啊！我掐您哪了？您亮出来给大家看看，
我可不接受这个委屈。亮出来，在肚皮上我怎么亮？你这个大大的！看着周老太气晕过去，村里人也只能意思的安慰下阮秋。怎么担心我会被欺负吗？娘，对不起。行了，我这不是没事吗？我要去山上看看能不能打到什么东西，你们就留在家里好好待着，谁敲门都不准开，听到了吗？阮秋刚进入深山就遇到埋伏。滚出来吧！乡野村妇竟然还有这等身手，可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好油腻的男人！跟了小爷，日后保准让你吃香喝辣的，如何？阮秋被男人一边打量着一边开口，彻底的背得心荡了。放肆！哎，对姑娘家要温柔一些。怎么想打小爷啊？你真当自己无敌了？老娘看你是想死！伴随着男人的惨叫，场面顿时乱了起来。饶命！饶命！威胁我！我的天，他也太生猛了吧！你难道不认为他很果决吗？明一转头就见自家主子一副极其欣赏模样，整个人都不好了。爷，您该不会认为这样很帅吧？爷，您醒醒，您的身份您还记得吗？爽快，感觉自己还能再挣300回合。明一把人亲了。是。立马有人出现，把这群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人给抬走。阮姑娘对此似乎并不好奇。切，你都不藏着掖着了，不就是想要让我知道吗？阮姑娘果然料事如神。刚那人是谁？阮姑娘连那位是谁都不知便打了。他恶心到我了。他是谁？永安侯府世子。我会死吗？背景太雄厚，身份又尊贵，而我只是个村妇。不过也没事，真找到我跟前的时候，我就把周周推出去当键盘。姑娘倒也不必如此，我未曾说不帮姑娘。那你可真懂事！你们住在这深山老林里，还能被人追到？你是什么朝廷侵犯吗？你这小妇人怎么说话呢？我家爷怎么可能是朝廷侵犯？我家爷明明是凤明一。哼，刚差点就入了这小妇人的坑，被他套了话。姑娘放心，我不是朝廷侵犯，不会牵连你。那位世子呢？若真不想让我牵连进去，那你早该派人告知。我进入深山那瞬间便察觉到了危险，想走已然晚了，因为有人并不想我走。说到这里，阮秋摸了摸脸上刚因打斗时不小心留下的伤痕。我虽烂命一条，但谁若是惹了我，我也会拼命的咬下那人身上的一块肉。姑娘聪慧，今日之事是我的疏忽，让姑娘遭了难。用嘴补偿吗？你的抱歉就是用嘴巴，那我可真是长见识了。这小女人说话如此阴阳怪气，有点气人。明一，给阮姑娘拿500两。哎呀，我一看你就是个办大事的人，果然心胸开阔，办事也张弛有度。拿来吧你！老人看着如此见钱眼开，还这么熟练的把银票放怀里的人，也是傻眼了。那些人你们自行处理吧。爷难不成就允许他如此放肆？不然呢？他是个聪明人，早就知道这一切。秦有明一看便是身份不简单，他却仍旧打了。你说是为什么？为什么？他气恼我们袖手旁观，加上人家脸上还伤了，你还不允许人家发泄一下吗？这小农女好可怕。这边刚到账500两的阮秋，开心的准备带3只小的去镇上购物。阮姨，你们要出门呐？阮姨，听说你们搬出来单过了，我为了庆祝，所以在山上打了个兔子给您道喜。你自己猎到的吗？我们要去镇上，你去吗？可以吗？阮姨，我也可以去吗？阮秋看向后面3个孩子，看到他们也没反对，当下也点了点头。那我们走吧。这仗5人来到镇上，在街上溜达的时候，前方一声凄厉的惊叫响起。张凯，救命！救命啊！张凯，救命！救命啊！救命！楠，孩子，我的孩子。阮秋本不想多管闲事，可看着身边4个孩子，还是冲了上去。看住弟弟妹妹们，果然我还是这么善良。娘亲，阮姨。娘亲，婉儿乖，娘亲无碍。奴婢感谢夫人的大恩。起来吧。今日若不是有夫人出手相助，怕是我家小姐就遭了难，那奴婢的命也会保不住。夫人也是救了奴婢，当得起这一拜。你家小姐怕是会有些磕碰，你既然是净身服侍的，那就抓紧去吧。至于这匹马，
奴婢会让人把他拉回府上，再找兽医勘察。如此最好。娘亲，婉儿怕。乖，不怕，先离开再说。孩子们不敢耽误，急忙跟着阮秋一同离开，走向前面的食铺。没一会儿，官府的衙役就过来调查。这位夫人可是今日救了张家小姐之人？人可是醒了？未曾，但张府已经报官了。这么大的事，到底是需要处理一番。夫人可是能随我前往衙门？稍等，孩子们吃完便过去，如何？县令看着眼前的农家妇人，带着4个孩子来到府衙，便是见到了自己全程都是一副泰然自若、不卑不亢的模样。感谢夫人救了小女，等小女醒后，我们必然会前往夫人家感谢一番。没事就好，感谢就不必了。我家中关系有些复杂，若是感念感恩之情，就莫要前往了。小小心意，希望夫人莫要介意。还挺有分量的。小女的命值得，夫人今日舍生取义也是值得。看着张老爷人还不错，给的也多，阮秋便提醒着：府上怕是有什么龌龊吧？毕竟马是最为警惕的动物，平日里也鲜少会遭遇算计。今日那马发狂的不正常，建议你们好好检查一下。这位夫人放心，府中已然着手调查了。信得过，这本是你家中之事，按理说我不该多言，但你给的太多。张老爷见他说的如此坦诚，不由得哭笑不得，思索一番后便点头离开。你们很冷吗？你不怕吗？怕什么？周到底与周燕等农家孩子不一样啊。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娘亲，咱们不回家吗？张家的事还没有完结，不会有消停的日子，而且山上还有一群不知道什么来历的家伙。而此时的张老爷刚赶回来，便见那兽医正要往外走。站住！老爷回来了，这兽医刚刚检查那匹马，马没有任何的问题。常管事，我怎么就不知道这府上老爷不在的情况下，你就能做主了？老爷还未回来，谁允许你们检验那匹马的？你胡说八道什么？老爷，您可千万别听王明胡乱攀咬啊！奴才不过是为老爷分忧罢了，而且二夫人也说可以验。二夫人？什么时候这府上二夫人当家了？大夫人是出事了。这番话落下，常管事脸色巨变。现在马上去请夫人。是。驾，快点，再快点，一定来得及的。驾。此刻宁广志率领宁家军前往玉罗关支援，却在中府的白水滩遭遇伏击，宁家军死伤惨重，横尸遍野。宁广志将军，你输了，投降吧，本王自饶你一死。宁家历代镇守西北，保家卫国，无数子弟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始终无怨无悔。我宁家人宁可站着死，也不会跪着生，没有一个软骨的。知道是谁将军情提前泄露，卖了你们吗？是你们大齐朝的皇子，你们拼死效忠的皇室，可不可笑？从遭遇埋伏的那一刻，宁广志就知道内部出了问题，但他万万没想到是皇子。皇室受万民供奉，被无数将士守护，他们怎么敢？你就不为你家的女眷考虑？只要我动动手指，你们宁家就会背上通敌卖国的罪名，满门抄斩，遗臭万年。卑鄙无耻，要杀就杀！宁家也不过如此嘛，还说什么不灭的战神？呵呵。不要！你是谁？宁之威。居然是宁家人！大舅，我来晚了。之威，大舅不行了。不会的，我带了老山参，你一定能好起来。之威没用的，你听我把话说完。这是宁家军的兵符，你交给修睿。如果他不在了，就交给……宁广志的声音哽咽，心中已经有不好的预感。若是男丁都不在了，那就上交朝廷吧。宁之威心底涌起强烈的不甘。宁家人世代忠君爱国，为大齐朝戍边200年，守护西北边疆寸土不失，庇护几10万边关百姓，可换来的却是这种下场。这是宁家家主信物，你愿意收下吗？大舅您放心，只要我在1日，就护宁家满门1日。大舅，小姐，为什么没有回来的再早点？只要一点点，我一定不会让宁家落到上辈子那样的结局。用一点儿的人头击败我死难的将士，我对天起誓，我宁之卫与大金不死不休。
大雨中，宁之威在成堆的尸体中拼命翻找，亲手收敛家人的尸身，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容，他心痛的无法呼吸。小姐，4少爷和7少爷尸身没找到，他们可能还活着。都找过了吗？前世所有宁家男丁都战死沙场，尸骨无存，这一世留给了我一线希望吗？是，有可能掉进白水河中。宁小虎，你带上人马，顺着白水河沿岸找，不惜一切代价，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是。中元节，宁家第5任家主宁广志，第5代宁广破，第6代宁修阳、宁修佑悉数在白水滩陨落，宁修睿、宁修则在战场失踪。同一天，宁家第4代家主大齐国的战神宁老将军在玉门关病逝，享年78。宁然，属下在。从即日起，你就是一面小将军。主子你拿着兵符召集残部，从齐云雪山那条不为人知的秘密小道穿过去，插入敌后，趁其不被拿下大金的几座城池。属下的任务是保护你。只有拿下大金的城池，我们宁家才有一线希望，边关的百姓才有一线希望。这是军令。属下遵命。宁之威深知时间紧迫，深思熟虑后，做出一个决定，他要回到那个权力漩涡中心，为宁家劈出一条血路。芍药，飞鸽传书，把这封信交到锦衣卫指挥使萧凌风萧大人手中，要快，希望能拖延一点时间。什么？锦衣卫指挥使？您跟他有交情？不认识，但相信他会给我这个面子的。人见人怕的大魔头，能治小儿液体，前世见过几面。今日是宁老夫人70大寿，一众贵妇围绕在身边，各种奉承，哄得宁老夫人眉开眼笑，气氛极为欢快。边关的贺礼怎么还没有送到？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之前书信上说贺礼一定会赶在寿辰之前送到呢。肯定是护送的人不靠谱，怎么想到会让那个人送回来？父亲也真是的，明明知道祖母不待见那个人，还非将那个人送回京城。大舅，大舅放心，我一定不会让宁家落到上辈子的结局。7日17，边关6城陷落，6城血流成河，被砍下的头颅堆积垒成金棺。边关的贺礼怎么还没有送到？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之前书信上说贺礼一定会赶在寿辰之前送到呢。肯定是护送的人不靠谱，怎么想到会让那个人送回来？父亲也真是的，明明知道祖母不待见那个人，还非将那个人送回京城。哼，他年纪也不小了，该婚配了。边关可找不到像样的人家。他在边关也生也长，没有什么教养，哪家看得上他？都闭嘴！我才不承认他！哼，入了宁家的族谱，也不是真正的宁家人。不许胡说！宁之谓姓宁，一荣俱荣，一损缺损。大姐，我就是不喜欢他，所有人都不喜欢他。要不是他，我们宁家怎么会……咦，外面怎么这么吵？出了什么事？老夫人，锦衣卫来了。当看到那个身着锦衣的青年，长身玉立，一双眼睛裹着霜雪般寒意，浑身气势骇人。他是当今圣上手上一把刀，手指向哪里，刀就挥向哪里。宁家跟北京内外勾结，造成边关失守，6城失陷，6城百姓被屠尽。锦衣卫奉皇命前来抄家发落。这不可能！萧凌风想起从边关寄过来的那封信，又淡淡的吩咐道：“对女眷们客气点。”是。无关人等速速离开。宁家被抄家，宁家女眷和幼童都下了天牢，而朝廷大臣为怎么处置宁家而吵成一团。陛下，宁家叛国，必将宁家满门抄斩，以震慑朝野。请陛下看在宁家过去的功绩上，留下宁家女眷和年幼子嗣的性命。是啊是啊，将他们流放到西南，是生是死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同时，宁之威也到了皇宫午门口。小姐，不如让我去吧，您怎么受得了这种苦？你不够格，只有宁家人出面，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你是何人？你可知道这登闻鼓敲响的后果？我知道，要先挨30大板，我一个弱女子绝挨不过去。但人生自古谁无死？为忠义，为江山社稷，为君王而死，死得其所。姑娘，你先不要急，我是大理寺卿荣静，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跟我说，我定会竭尽全力帮你。出了名的难缠，涉及到案情绝不容情的荣静嘛，原来没有黑化了他还有这么风光霁月的一面。荣静看他没有说话，只当他不相信自己，从怀里取出一方官印，柔声说道：“这是我的官印，你不必担心什么，查案办案是我的职责所在。我曾经发下宏愿，愿尽一己之力，荡尽天下不平事。”多谢荣大人美意，但这事太大了，牵扯到千千万万百姓，你一个人扛不动。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也。登文谷，时隔30年后又响起了。京城所有百姓纷纷停下动作，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只为见证这一刻。哎，京城的天要变了！这是什么声音？是登文谷。是谁敲起了登文谷？是谁不想活了？开国皇帝设下的登文谷，许天下臣民击鼓鸣冤告御状的登文谷。凌风带路，我倒要看看是谁敢这么胆大包天。是。你是何人？怎么敢敲登文谷？我大将军府宁之威，为宁氏一族鸣冤。他就是宁之威，素不相识，他怎么会知道我最大的秘密，还寄信来？我大将军府宁之威，为宁氏一族鸣冤。从信衙出来没多久，张家就派人来客栈请阮秋过府。这位夫人救了小女，便是我张家的恩人，请夫人受我一拜。阮秋大大方方地受了大夫人一礼，不过边上的另一位看向他的眼神就带着愤恨。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村妇，怎么能当得起夫人这一拜？你这个小妇人可真是不知死活！你可知我张家在整个镇上的地位？竟然敢受夫人这一拜，你骗吗？我勒个刀！那你来拜。凭什么？那你多什么嘴？还是这张家你当家？你胡说八道什么？这府上自然是夫人当家，我倒是没发现你这位小夫人如此牙尖嘴利。你这是想要挑拨我与夫人之间的关系是吗？切，要脑子没脑子，都不屑于搭理你。那姑娘怎么样了？还未醒。唉，不应该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切，要我说她一个乡野村妇懂得什么？而且她刚的话说得如此笃定，大小姐此番遭难怕就是她做的。我跟你有仇？还是说我今日救了张家大小姐，对你来说是破坏了你的计划，所以你如此恨我？二夫人听了这话，脸色顿时惨白，可阮秋也不给她开口的机会，直接看向张夫人。我可否去看看张大小姐？这位夫人请。小小的村妇也敢在我的面前张狂？那是在做什么？众人跟着看去，发现是一滩烧毁的灰烬。谁在大小姐的院子里烧东西的？奴婢去打探一下。张老爷和张夫人看着阮秋，从始至终都是一副淡然的模样，都有些诧异。看到他给自己女儿把脉，更是震惊的瞪大了双眼。你这个老登，先闭嘴！夫人，她这是做什么？大小姐到现在都昏迷不醒，进人堂的郎中都看不出什么，她却在这东施效颦，可别害了咱们大小姐啊！闭嘴！这位小夫人，我女儿怎么样了？我闺女不行了。哎呀，我的大小姐啊，本来好好的，怎么就……我没说人不行啊，我就说这妇人是在胡闹吧？她会看什么啊？刚刚你以为张家大小姐不行的时候，怎么没反驳我的医术？现在我说人没事，你就开始跳脚了。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你竟然敢如此说我！切，有病！我还敢打你，要不要试试？你敢？这年头还有人有这要求？这位小夫人，是府中管教不严，让这等贱婢出来打扰了你，还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先不要计较，先看看我的女儿好吗？阮秋看着着急自己女儿的张夫人，点了点头。老爷，闭嘴！张大小姐一直昏迷不醒，也不是磕坏了脑子导致的，更多的是她中毒了。至于下毒之人，你们问问她就好了。你别在这里胡乱攀呀！我还说此事是你做的呢，若不然大小姐好好的出门，怎么就遭遇了这事？而且你一个小妇人，怎么就可能会把发狂的马弄死？大夫人这激动的模样，张夫人就已经知道事情8、9不离10了。你祈祷雨儿没事，不然本夫人扒了你的皮。这里是安神的香料，知道院子里烧的是什么吗？是白巧。白巧也有安神的功能，我以前睡眠不好的时候用的。瞧你弄得这么神秘的样子，还让人以为这是什么危险的东西呢？白巧是安神的作用，但谁家好人用量这么大？现在还是2种助眠的，双重作用下，你们认为醒来的可能性有多大？怎么可能？她一个农家妇怎么可能知道？嘿嘿，这香料想来大小姐也不是常用吧？看看香料哪里来的，基本此事就能解决了。阮秋话刚落，张夫人便立马看向二夫人。不，这跟妾身没有关系。当时是大小姐说喜欢这香味，妾身才给的啊。老爷您可要为我做主啊！哎呀，真是可怜啊！你为什么要害我？为什么？
害你，你配吗？这个该死的哒哒，说你为什么要害我的雨儿？为什么？够了，你记住了，若是我的雨儿出了事，我一定不会饶了你。妾身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件事跟妾身没有任何关系啊！闭嘴！这位小夫人，不知道小女的毒可好解？解决完张家事后，一行5人吃饱喝足，买了点日常用品回了家。阮姨，我先回家了，今日多谢阮姨。你怎么来了？哼。奇怪哦，你刚说什么奇怪了？没什么。那不是他娘吗？可他怎么对他娘一点尊重都没有啊？而且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吓人，也没有打我们，甚至还很照顾我们。可是怎么一见到自己家人就……你呢？怎么说？大概他就是不喜欢他后娘吧。而周周这才知道是后娘，顿时2个孩子就叽叽喳喳的讨论起来。出来吧！敬酒不吃吃罚酒，等我把你抓出来揍一顿嘛！这位夫人，我家世子有请。被我打到昏迷的那位吗？没时间，要睡觉。黑衣人似乎没想到阮秋拒绝的这么干脆。请夫人莫要为难。你一身黑衣，大半夜来我家就要带我走，现在还能说是我在为难你？不然我现在大喊非礼。这个村妇太不要脸了，是不是有点什么大病？滚！属下是奉了世子的命令行事，请夫人莫要为难属下。被打了还不老实，给脸不要脸了吗？行，走吧。你派人去带他来了？那咋了？他打了我，他算个什么东西敢打我？哼！若不是你是人命如草芥，会被人打。可那不是你默许的吗？那个圣皇叔，我不是有意的。世子爷，您可长点心吧，在圣王殿下面前，您怎么能什么话都往外说啊？那可是当今陛下的胞弟啊，京城里那些皇子都不敢跟这位造次。难道不是吗？当时那村妇进后山也没人阻止，本世子也是怕这山上的秘密被人发现啊，谁知道那是他的人。阮姑娘，有事吗？没事，我要见人了。阮姑娘要见谁？我勒个刀！装，继续装，这后山都被你们包了，现在搁这装什么弱智？有意思吗？阮姑娘还是这么痛苦。切，今日叨扰了，十分抱歉。夜深路重，阮姑娘请回吧。阮秋闻言上下打量了一眼面前的男人。我不，你们让我来我就得来，让我走我就走，当我是什么？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秦望来的不是你，即便你这会能镇压，可有些人的心思总归不死，还不如趁现在让我好好回回他。话虽如此，赌不如输。你这么聪明的人，该是明白这话的意思。明义现在每次看到阮秋，就感觉自己的钱包要保不住了。周二夫人到了。什么鬼称呼？我不喜欢。属下不懂周二夫人的话是什么意思。哦吼，好得很。阮秋大晚上都被人扰眠，心情本就有些暴躁，如今还被明义这么暗搓搓的调戏。啥动静？世子爷，你小心点，奴才去看看。咋回事？咋回事？外面那个女人是？世子爷，那位便是您要见的那不识好歹的小。你给本世子住嘴，小心被他听到了。福月啊，你说他打完明义侍卫，是不是就不会打本世子了？明义侍卫那身子骨皮糙肉厚的，打也就打了，但本世子不行啊，他这一拳下去，还不得把本世子给打死吗？世子爷，您现在才想到这些，是不是有点晚了？果然发泄的最好途径就是揍别人一顿。士可杀不可辱，有本事你就弄死我。有病吧？我杀你做什么？他竟然如此瞧不起我，连杀都懒得杀。热闹看得如何？我的人言语不尽，多谢阮姑娘帮忙教训。就喜欢你这样有脑子的人说话，说出来的话好听，不像有些人专门说那些膈应人的话。你说啥把人给惹了？这是什么好兄弟？不是说那个什么世子爷要见我吗？人在哪个屋？这里呢。周，阮姑娘晚上好。阮姑娘上山辛苦了，不问冷不冷？秦永明现在只想保住自己小命，什么名声脸面都已经无所谓了。阮姑娘，这人大概是不是多少有点什么毛病？要是没毛病，也不至于笑得这么憨，对吧？正常点。本世子就是见阮姑娘太激动了，太害怕了。说吧，喊我上来什么事？阮秋一看秦永明这表情，就知道没憋好屁。是不是因为上次进山下盗我了，要给点补偿？啊，对，给阮姑娘的补偿费。边上的众人也是被阮秋的骚操作给惊呆了。明儿送阮姑娘下山。
不用，以后对你的手下多进行一些教育，别让他们成为不懂礼数的莽夫。我什么不服吗？不服你站直了再说。切！阮姑娘慢走，阮姑娘再见。秦有明伸着脖子大喊，谄媚的气息让人无法评说。瞧见了吗？这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不然你家世子爷这会儿也得像名医侍卫那样了。次日，阮秋被周武士做的饭菜香味勾醒的，一家人吃饱喝足，就看着院子里周燕扎马步。幸好我们是女孩子，不用像哥哥那么辛苦。我是男孩子啊，我也想习武。阮姨，哦，有人欺负你了吗？没有啊，没人欺负你，你怎么这副模样？那个，我也想跟阮姨一起习武。就这个？不行，我们是女孩子啊。我是爷们，纯爷们。阮秋听了周婉的话，莫名的有点心虚，然后看着周周，你真想学武？学武可是很辛苦的。我不怕辛苦，之前被拐就是自己没有自保能力，我想变厉害点。好，但是中途不能喊苦喊累的。阮姨放心，我一定好好学。行，那你去换个衣服，跟着周燕扎马步。阮爷。阮秋抬头就看到贺金宝小小身板拖着一只傻狍子在门口。你这是干啥？家里有肉吃？就是想给阮姨吃。贺金宝这小子不简单啊！9岁的娃娃居然能猎到傻狍子，况且这后山，啧。阮爷，哦，那个我也想习武。看着阮秋盯着自己不说话，贺金宝小心翼翼地继续说道：阮姨可以吗？我没有赢钱教束修，但我可以打猎来补偿。这倒无所谓，不过你家的事不需要我多说吧？难道阮姨知道了？阮姨不可以吗？我没说不可以，但是贺金宝，你也不能凭借你这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就要让我承担风险。一家的情况你该清楚。阮姨，我家里一定没问题，他们要是敢找你麻烦，我就打嘎他们。这孩子够暴力，行，去那一起扎马步。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这个老六真是服了。小秋，出事了！大嫂，坐下喝点东西啊！哎呦，小秋，出大事了！还没等阮秋问出啥事，便听周武士说出了个惊天大雷：周明进回来了。谁啊？周明进，老二，你相公。真的吗？是爹爹回来了。爹爹。周燕听到爹爹回来很是开心，不过周婉从出生就没见过爹，并没有太大的情绪。是啊，也不知道为啥，走了5年杳无音讯，大家都以为死了的，结果竟然回来了。那个小秋啊，他还带了人回来，老二这带了人回来，小秋可怎么办啊？周武士这边为阮秋着急，抬头就见阮秋这会还一脸懵，以为被这事刺激到了。我勒个刀！这么老套的戏码出现了吗？哎，这种事我们也不想看到，但这谁能知道老二真的回来了，还带个女人跟孩子。小秋啊，你说你咋这么可怜呢？这可咋办才好？你先别忙着可怜我，你是说周老二没死，现在还拖家带口的回来了是吧？对，呵呵，还真是不让我过平静的日子呢，有点意思。娘，周燕也听到大伯娘的话，顿时也担心的看向阮秋。没事，娘在家里又是哭又是嚎的，说你整日打骂他，说他日子过得苦，老四两口子也跟着附和。现在老二特别生气，还说要休了你。还有这等好事？我和当家的话，老二也听不进去。老二现在是当了官了，小秋啊，你这怎么办啊？不是，他们这是让你来喊我们了。那过去瞧瞧。等几人到老周家，就见到老周家所有人都在院子里一副3堂会审的模样。切，这就是家里给自己娶的婆娘。跪下。这就是周明镜，果然是上过战场的人，那双眼睛透着杀伐果决。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对我指手画脚？你放肆！你这个大的别得意，我儿子回来了，你要是不听话，我就让我儿子休了你。小强周老太想到自己最有能耐的儿子回来了，立马又跳了出来。哟呵，我的话，看来你是一点都没听进去啊！现在二哥可是带着战功回来的，是将军了。你要是还敢给脸不要脸，就让二哥休了你，你以后怕是不好过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相公成了将军呢，你得意什么？羡慕了？你想改嫁了吗？小秋厉害啊！二哥，你别听他胡说，我没有。不是你没有，是你不配。你想改嫁，人家还不想要你呢。你，身为我周家父却如此不服管教。闭嘴吧，渣男！我刚刚说的小周是没说你是吧？还周家父，知道上一个这么称呼我的人如何了吗？他差点就嘎了。没错，我还躺着呢。你这样是不对的，
夫君是上战场保家卫国了，你就要在后方为他伺候爹娘、抚养孩子的，怎么能如此口出狂言？夫君，你真的是辛苦了。不，有你，我便不会感觉到任何辛苦。这还搁我面前也上了呢，你谁呀？听到阮秋的问话，周明镜一脸警惕，把人护在身后，又厌恶的呵斥：芸娘是无辜的，她出身大家，与你这种农家妇自然不一样。你若敢欺负芸娘，我必然不会放过你。我勒个刀！不放过我，给脸不要脸了，真恶心，给脸不要脸。我周明镜从来不打女人，所以你最好识时务。话还没说完，阮秋的拳头便随风而来。这不就是个农家妇吗？怎么可能会武？夫君，你没事吧？你是什么人？哟呵，怎么知道不是我的对手，所以另辟蹊径了？我周家父不可能会拳脚，而你却会，招数套路根本不是我等所熟悉的。我怀疑你与边大人有关系。哦，这样吗？那你记得去阮家好好调查一番。不是说要休了我吗？抓紧的，我等着呢。你为何不能体谅夫君？他这么多年也不容易，他刚刚回来你就如此的闹，哪有为人妻的自觉？你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动过脑子吗？什么意思？本不想搭理你，你这么急着跳出来干嘛？你莫要牵连旁人，芸娘是无辜的。我不无辜吗？就应该被你们这群不要脸的人轮番上阵，恶心！抓紧的，赶紧休妻。你可知，若是我把你休了，你会有什么后果吗？跟你有关系吗？我不过是怕你给我们周家丢脸。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只要你日后改一改你的臭脾气，好好伺候我和芸娘，我自然是。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你哪里来的自信，觉得我会留在周家这个火坑里？你个大的，我儿子现在可是将军，你不要不知好歹。周明镜出去为国效力，效力期间还不忘为别的女人效力一番，这小孩看着也就比婉儿小那么点点吧。放肆，果然是没有一点教养，如此粗鄙不堪的话都说得出口。你都做出来的还怕我说？这女人刚可是口口声声的喊你夫君吧？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夫君也未曾说要休弃你，日后你我和平相处，好好伺候夫君不是更好吗？难道你就这么容不下我们母子？此事是我的错，你莫要把芸娘牵扯进来，她是无辜的。闭嘴吧，我不管你们怎么勾搭，听着恶心，该休妻的休妻，该妻离子散的妻离子散，我等着你的休说。说完，阮秋不等对方回答，带着周燕和周婉转身就走。这一大家子太恶心了，真怕到时候忍不住暴走，打死他们。果然我还是这么善良。娘，爹爹回来了，您还要我们吗？为什么不要？你们不想跟着我了？不，我们想要跟着娘亲。娘亲，我要跟着娘亲。放心吧，只要你们愿意跟着我，我便养着你们。不过如果你们那个爹非要你们，那我就真没办法了。两孩子听了这话，顿时脸色煞白。娘，我们就跟着你，如果他不让，我就跟妹妹一头撞死。别那么冲动，事情还没到鱼死网破的地步。娘亲，不要爹爹，要娘亲。乖，不哭，娘亲在呢。娘亲这么厉害，你爹的都打不过我是不是？所以婉儿不要怕。娘亲厉害。他连自己男人都打。这边明义听到探子汇报的消息，整个人都震惊了。他连周二夫人这个称呼都不想带，还因此揍你一顿，你真以为他稀罕？不过是小副将，他有什么资格休妻？不是说那周明镜是个将军吗？13给他讲讲。明义看着专门打探消息的明13都出来了，顿时一脸八卦。兄弟，咋回事？那周明镜刚去参军便踩了狗屎运，被边关赵将军的女儿看中，这5年靠这个女人捞了个副将职位。若不是那周明镜的功劳与人头实在不够，怕就不是副将这么简单了。卧槽，画本子都不敢这么写吧？明义转头看向自家正浑身冒冷气的主子，心里咯噔一下。看爷这模样，不会是要为那妇人出头吧？那是个村妇啊，还是个要被休的村妇，主子应该没有想法吧？那个爷此事与咱们也没关系，所以明义的脑子有点问题吧？主子的事哪里轮到我们去管了？话多，不过轩儿还在他身边。爷，那周明镜带回来的小儿子单字也有一个轩，与小主子的名字撞了，他们不配。属下立刻去周家警告他们改名。你日后若是在这般意气用事，就滚回圣经。爷，属下错了。下去。是。这时在外面偷听的秦有明探出一脸要搞事情的脑袋来。圣皇叔，这小子现在怎么变成这德行？永安侯府便是这么教你规矩的。
怎么感觉圣皇叔这回情绪有点不稳定？那个圣皇叔，这阮姑娘也算是咱们的人，那什么周明镜实在是不要脸，胆敢欺负圣皇叔的人，您看是不是得给他点教训？什么叫是我的人？你很闲？那自然不是，小爷还以为上阵杀敌是多么英勇的事迹，倒是没想到这赵将军会这么玩。圣皇叔，你说陛下知道此事吗？秦有明看男人盯着自己没有回答，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子。我这不是也在为圣皇叔恼火吗？他们这么欺负阮姑娘，不就是打圣皇叔您的脸吗？滚出去！哼！哎，好的，圣皇叔，我这就走。幸好我跑得快，不然就要被圣皇叔那冰块脸冻死。福瑞走，咱们下山。世子爷，您下山要干嘛去呀？自然是下山看热闹，还要给阮姑娘送笑戏去，说不定还能亲眼瞧见一出大戏，想想都激动。世子爷，这事不好啊！那阮姑娘一看就是个不好惹的，若是您去看热闹被打了咋办？不管了，先下山再说。你来干嘛？阮姑娘别闹，本世子这次过来是给你送消息的。绝密大消息。说吧，什么绝密大消息？说不好，那你就得挨收拾。这是不是太霸道了？是，这不是听说周家周老二回来了吗？据说还找阮姑娘的麻烦了。当时我听了这话就非常的气愤，然后就做了调查，这不就来告知。说半天均是一堆废话，说重点。好，那周明镜是个副将，那副将之位还不是靠军功换的，是靠女人捞的。哦吼，有点意思。边关将领难道就没意见吗？那本世子就不知道了。阮秋扫了一眼秦有明，大概也猜到这消息是这货偷听来的。行，我知道了，你可以走了。你能咽下这口气？咱们现在不找他们算账吗？想看热闹啊？今天看不成了，今天已经闹得太多了，需要缓缓。可是世子爷，阮姑娘都这么说了，那咱们时刻关注着，明日若是闹起来的，咱们再来。今日先回去吧。那好吧，记得派人时刻盯着。是。娘亲，爹爹的官职是假的吗？差不多是这意思。以前爹爹还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唉，哥哥怎么了？你爹就算是个大英雄，那他也没把你们兄妹放心上啊。所以他是什么样的人很重要吗？你爹回来后有看过你们一眼吗？没有吧？这不就说明人家根本没把你们兄妹当回事，所以你有什么好伤心的？好像是这么回事。果然成长环境很重要啊。对，就算他是大官，但要是对我跟妹妹还有娘亲不好的，那我们就不认。次日清晨，3个孩子在院子里扎马步，阮秋也在边上忙活着。嘿嘿，你怎么来了？难不成是送休书的？什么？休书呢？阮秋，你别给脸不要脸！哟呵！几个孩子听到他如此说阮秋，当下都起身站阮秋身后，对钟明镜怒目而视。不准你这么跟我娘说话！谁教你这么跟自己爹说话的？你不是我爹，我爹才不会不管我跟妹妹的，我才不要你这样的爹。你就是这么教他们的？这还把错怪到别人身上了。对呀，你生了不养，去养别的孩子，现在有人帮你养，就知足吧，别不识好赖。你这将军之位怎么来的？你心里没点逼数吗？他不会知道点什么吧？你这毒妇！毒妇，若是论气度，谁有你们老周家毒？钟明镜压下心里的烦躁，把今天要过来的目的说了出来。我今日过来，便是告知你，我这次回来是为了祭祖，不日便要回京，到时你也要一同前往。爹，您这么多年有想过我跟妹妹吗？什么意思？爹很难回答吗？我就想知道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我每日行军打仗，命都拴在裤腰带上，哪有时间去想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好，我知道了。周燕这番话看起来没头没脑的，但事实上他是在割断亲情。有意思。到时候我会提前叫人来通知你们。不去，快滚！什么？你说什么？我说了不去，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耳背？你可知你拒绝的是什么？这可是泼天的富贵，我劝你最好想清楚。你是不是小脑发育不全？真当自己是什么香饽饽了吗？别总在我面前晃荡，怪恶心的。你，既然休书不愿意写，那就写和离书吧。还有看这个吧。行了，没事就滚了吧。等钟明镜看清木牌上的字，心里的火气再也压不住。你果然是个没有教养的粗鄙之人，跟芸娘没有半点可比性。滚吧！阮秋，你给我等着！有病！转身，阮秋就看到4只小的满眼心疼的盯着自己。你们在不恼些什么？婉仪，您真的希望自己被休吗？有什么关系？这种事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的。
可是这世间女子本就生活不易，若是再担上这名头，娘亲，都是我连累了你。娘亲，此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不要把这些错误揽在自己身上。你们只需要记得自己的本心便可。听了阮秋说的本心，除了年岁小的周婉，其他3人不由得陷入了沉思。咋啦？我刚瞧着二哥回来了，你跟他说话了没？我看你是恨不得跪着舔他吧。周明日，你啥意思？你吃枪药了？你没看到周明静那个样子？刚回来我问他怎么了，他看都没看我一眼就直接走了。你就因为这个生气？这还不能让我生气？这算什么大事？你可想好了，咱们可是要靠二哥过好日子的，还能因为这点小事被耽搁的？你说的没错，咱们可是要去过好日子的。当家的你能这么想就对了。不过刚二哥那气呼呼的模样咋回事？他应该去找阮秋那个大大的了，没落到好处就冲我撒气。小周氏听到这里思索一番，心里顿时有了主意，不怀好意的勾起嘴角。哟，二嫂绣花呢？这针脚好密实啊！二嫂绣工真是了不得啊！四弟妹怎么有空过来了？四弟妹怎么有空过来了？二嫂，我这可是把你当一家人才跟你说的，旁人我是万万不敢多嘴的。四弟妹，你这是怎么了？二嫂，二哥刚去了阮秋那里了。这男人啊，你可得看住了，尤其还是阮秋那个小哒哒的，本事可多着呢。不会的，夫君不会这样的。我说二嫂啊，你就是太单纯了，这种事男人哪里能把持得住哦？还是在那女人的勾引之下。赵彩云也想到之前周明静一直不答应给秀淑，当下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不行，我要去找夫君问个清楚。我的好二嫂啊，你这么冲过去问二哥，二哥不要面子的吗？他到时候就成了你的不对了。这种事咱们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找阮秋？那就要看二嫂能不能咽下这口气了。我知道了，谢谢四弟妹。赵彩云这回压着烦躁的情绪道了谢，等小周氏走后就偷溜着出了门。你来找小秋吗？阮秋在家吗？他们正在吃饭，我去给你叫。不用，我自己进去就好。算了，还想告诉你，小秋不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被人打扰的。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阮秋，我今日来是想与你好好谈一谈的。没时间。什么？我阮姨说了没时间，你听不懂人话吗？谁家好人敢在别人家饭点来蹭饭吗？你这孩子是谁家的？怎么如此没有礼貌？切，你自己跑别人家来指责别人没礼貌，你就有礼貌吗？哟呵，好小子，以前怎么没发现这嘴皮子这么利索呢？谢谢师傅夸奖。贫嘴，快吃，你们也快吃，不然一会没时间吃了。赵彩云看这一家子不仅没搭理自己，还在努力干饭，顿时使出了惯用的手段。阮秋，你我同为女子，本就不易，你为何还如此咄咄逼人？难不成要把我逼死才好吗？你自己跑我家来，露出这副伤心模样，你以为我会心疼你吗 ？No， 我只会嘲笑你。你凭什么嘲笑我？因为我不是男人。还有，请你出去，不要影响我们吃饭，倒胃口。你在我面前装的这么高高在上有什么用？还不是在背地里勾搭我夫君？你最好把话说清楚，什么叫我勾搭你夫君？难道不是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今日夫君来过，若不是你勾搭夫君，他怎么可能过来？你这个哒哒的，你凭什么打我？阮秋没有理会赵彩云的质问，转头对周燕说：去把你那个便宜爹叫过来，有什么事咱们当面对质。不行，你好什么？你都能大摇大摆的来我家诬陷我勾引你男人，我就不能为我自个做个清白了？去喊人。好的，娘亲。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是吗？是不是非要逼死我，你才甘心？出门回你老周家再死，谢谢，不要污染了我家。你。这边周燕刚进老周家的门，就遇到小周氏。小杂种，谁允许你进来的？我要见我爹。什么你爹？不要脸的东西，人家那样的身份也是你能叫爹的？狗，以后再敢来，看我不打嘎你。我看你咋打他的。这时周武士听到外面的动静走了出来，就听到小周氏的话：你是不是有病？他不过是来找自己的爹，你竟然还要打嘎他？你可想好了，若是得罪二哥一家，你认为能得到什么好处？你自己不要脸，还威胁别人。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人又蠢又歹毒呢？燕哥儿怎么说也是老二的儿子，你当你是个什么东西，敢这么咒骂他？你当阮秋是吃素的吗？想到阮秋的武力，小周氏也不敢和大嫂磨叽，丢下一句话就跑了。反正你若是得罪了二房是没有好处的，你自己想想吧。是你娘让你来找你爹吗？谢谢大伯母。你爹应该是在屋里歇着，大
大伯母给你叫去。等周明镜听到自己的爱妻消息，快步冲向了阮秋家。阮秋，你要敢伤我妻，我跟你势不两立。夫君，阮秋，你确定要与我对着干吗？是不是有病？你的女人大摇大摆跑我家来说我勾搭你，你一进门就损坏我家东西，打你一顿有毛病吗？难道我说错了吗？你今日便是把夫君勾搭到这，必然是想坐实夫妻之名，好带你上京。芸娘不得胡说。夫君，你为了他竟然和我与你夫妻一场，你就是这么对我的？芸娘不是我。这就是吃软饭的下场，在女人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这时候跟在后面来阮秋家的周老太等众人也赶到了。老二，阮秋，你个大大的，竟敢对自己男人动手！闭嘴，吵死了！小秋霸气，你这是大将军吗？阮秋，你还说你没有亏负夫君，这般大张旗鼓的询问，不就是要衡量夫君的价值？承认吧，你就是想要勾引夫君。我勒个豆！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周家二房儿媳，那问你，自古以来娶妻要父母之命，就算父母不在，还有长兄如父，你受过哪样？你什么都没有，便是无媒苟合。你的儿子撑死就是个外世子。闭嘴！你闭嘴！你成婚夫君未到场，你认为你又算什么？算正妻啊！周明镜他娘眼选的，虽然是跟公鸡掰了天地，但那也是败了不是？周明镜，你该不会和他成婚时说自己是孤儿吧？老二，你……阮秋看周明镜呆坐在地上，也是一脸嫌弃。闹剧这事先放一放。周明镜，和离书准备好了吗？休想！想好了吗？和离是给你面子，就眼下这状况，便是我修复都是可以的。你敢？你要离开周家，那这两个孩子你不管了。阮秋听了周明镜的话后，一脸的难以置信，两个孩子也同时紧张的看向娘亲。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我没有精力养那么多孩子。娘亲，没关系的，我会照顾好妹妹，娘亲不用顾忌我们。你这逆子！周印用力的攥紧了拳头，虽然不舍，但还是下定决心不拖累后娘。娘亲，是我们拖累了您，您放心的和离，修复也成，我们兄妹绝对不会成为娘亲您的拖累。娘亲，我们是周家人，自然是要留在周家的。娘亲的好，我们一辈子都记得。阮秋看了一眼周燕，也懂了他的意思，不由得叹息一声。这么好的孩子，老周家真是祖上着火了才会生出来，奈何有些人眼盲心瞎的。写和离书吧。我不会和离的，我周明镜光明磊落。闭嘴吧，你是不是光明磊落的你自己心里不清楚？你这将军怎么来的？你心里没点逼数吗？需要我给你宣扬出去吗？你怎么会？写不写？写不写？写不写？我写，别打了。很好，这样才算是实物。听到周明镜答应写和离，周立马跑回屋去拿笔墨。不行，只能写休书。你确定？你们要是不同意，我就出去嚷嚷，说你欺负发妻，说你们威名来的蹊跷，不然你们就弄死我。娘，你能不能不要添乱了？你个狗杂种，你给我等着！你也不用想着什么时候弄死我，我娘知道的事情我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如果我有一天真的死了，那也会是你们周家彻底覆灭的时候。周燕丝毫不畏惧，直直的看向周老太，所有人被他这副狠厉的模样给吓到了。好小子，居然还有这股狠劲！既然和离之事已解决，那我们接着处理另一件事吧。还有事，不是都处理完了吗？你女人突然在我吃饭的时候来我家闹，严重的影响了我的食欲，所以你要赔偿我的心情损失费。还有，是谁让她来闹的？赔偿心情损失费？若不是你勾引我夫君，我怎么可能会来找你？你这大的，是想钱想疯了吗？还要什么损失费？我呸！你也配？你现在可不是我婆婆了，做我婆婆的时候我都不在乎伦理纲常，现在还敢在这逼逼，给你脸了。阮秋，你欺人太甚。你有意见？看着阮秋那准备一言不合就要动手的架势，周明镜瞬间吓得不敢多嘴了。夫君，难道你就要看着那大大的如此欺辱我们吗？别冲动，我们不是他的对手。那阮秋的招数皆是杀招，我怀疑他背后有人。阮秋，你到底要做什么？哟呵，我刚刚说的还不够清楚。赔偿，还有是谁暗示你来找我麻烦的？你快点说啊，到底是哪个小大大让你来的？这个老太婆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竟然敢吼我！这时周武士想起之前看到小周氏从2房出来，我猜是老四媳妇。哦，中午那会儿我瞧见了老四媳妇鬼鬼祟祟的从2房出来。你闭嘴！你这大大的，你是不是就看不得老四两口子好过？你是不是故意的？哼，我又没撒谎，不信你问老二媳妇。听了周武士的话，众人都看向赵彩云，真是老四媳妇。是他说的。老四媳妇要干啥？难道他非要害得我们万劫不复才甘心吗？小周是那人坏的那么明显，你竟然把人当成好东西了。好了，先赔偿，然后去叫小周氏过来。你，跟你，哦吼，又挣钱了。周明静压着心中蹭蹭往上涨的怒火，回了周家。老四，你跟弟妹出来，有些事情要让你们帮忙一下。你到底干了啥？为啥二哥现在叫我们出去？小周氏猜到可能是自己挑拨赵彩云的事暴露了，整个人都在颤抖。老四，你若是还不出声，我不介意把房门踹开，请你出来。你快点说，你到底干了啥？我就是让二嫂去找阮秋那个女人的麻烦。你是不是作死啊？当家的现在咋整啊？二哥不能打死我吧？二哥算啥？我现在是怕那阮秋弄死我们。你这个蠢货！周老四，你如果再不出来，我就踹门了。二哥，让你婆娘出来，随我去阮家。不要，阮秋会杀了我的，我不去。四弟妹，你别怪我没提醒你，便是你不去，那么阮秋也会来，到时候打砸了家里的东西，娘能饶了你吗？你好好想一想吧。如果不去，阮秋就会来打我。若是再把家里的东西不小心给打砸了，婆母还得再打我1次，那就是挨2次打。想到这里，小周氏立马跑出去，毕竟过去可能挨1顿打，如果不去就要挨2顿打。我可太聪明了。小周氏，周家2房为什么来我这里闹？你知道的吧？听到阮秋的问话，小周氏神色一僵，随后颤颤巍巍地看向赵彩云。你那是什么眼神？你当时说的信誓旦旦，便让我真的以为夫君与他有染，结果却不成想这一切都是你编排的。你为何要如此害我？我没有害你，是你自己愿意相信的。你本来也不相信二哥。你放屁！本来就是。你为何要坑害云娘？云娘可是与你无冤无仇。小周氏看周明进出来维护赵彩云，而自己的男人像个鹌鹑一样缩在周老太身后，当下便爆发了。无冤无仇？你们难道没有看到他那副高傲的模样，就好像是谁都瞧不起一样，看人的眼神都是不屑的。凭什么？你有什么好嚣张的？如果不嫁给二哥，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小秋，他疯了不成？的确是极度的疯了。他可真是嘎，难道他不知道老二一家都已经不一样了吗？你说什么？你这个该死的搭档！赵彩云疯了一般的冲上前去，两人便扭打在一起。到底是将军之女，小周氏也只有挨打的份了。日后若是再让我听见你那张嘴里说出什么不着调的话，我还揍你！行了，要哭滚出去哭，我听着烦。劳你把人弄回去吧，在我这儿碍眼。等老周家人都走后，小家伙最终还是没忍住，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娘亲，婉儿想永远跟娘亲在一起。娘亲，阿燕舍不得你。阮秋看到了两个孩子这副模样，一时也无奈的叹息。阮姨，难道就要让他们回周家吗？周家的人根本就不在乎他们2个，而且他们的那个爹也有了其他的孩子，他们回去一定会被欺负的。相处这么久，若是说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先让你们委屈一段时间，娘亲会想办法的。娘亲，保护好妹妹，记住了吗？娘亲，我记住了。两个孩子就这样1步3回头的离开娘亲。当天晚上，一个男人坐在阮秋家门口叹气。大晚上不睡觉，在我家门口叹气做什么？阮姑娘这么晚还在外面，本来是准备上山的，半路却想到这么大的事，你肯定也得到消息了，就又下来了。姑娘果然聪慧。找个地方聊聊吧，村子里不方便。报个名字吧。倒不是说我非要知道你的身份什么的，但总得给个名字吧。秦玉胜。好，我知晓了。阮姑娘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吗？说什么？知道名字便好了。秦玉胜这下子是彻底的无语了，一时间二人又是相顾无言。那个秦永明是侯府世子，你也姓秦，那周明镜你能对付不？姑娘所言是哪种对付？任何。可以，不过是一个小小副将。周家那2个孩子，我要如何才能留下来？很难，那到底是人家的孩子，你本就与孩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一时间，阮秋也是不由得拧眉，眸中略有些烦躁。阮姑娘很喜欢他们，
毕竟相处这么久了，以老周家那些人的尿性，那2个孩子估计长大成人都难。秦公子应该可以帮忙吧？阮姑娘，此事我会着手处理。若是能把2个孩子送回来，我阮秋便欠你一个人情。不必，周周也是劳烦阮姑娘照顾的。一码归一码，照顾周周我是拿了银钱的，但孩子之事，我也明白此事会有诸多的困难。士气说完，阮秋便转身下山，而老周家这边刚被周老太打一顿的2个孩子，此时被丢弃在柴房，冻得瑟瑟发抖。哥哥，没事的，哥哥抱着就不冷了，晚儿睡吧。次日清晨，周武士正打算去阮秋那做饭，就听见周婉的哭喊声：“哥哥，你醒醒，哥哥！怎么了？怎么了？”大伯娘，我哥哥好烫，伯娘您快救救哥哥！周武士心尖一跳，急忙跑过去一摸，果然这额头滚烫滚烫的。走走，我们去看郎中。站住！你带着这2丧门星干啥去？你积点德吧，燕哥儿咋说也都是你孙子，昨儿个你打也打了，居然还把他们丢在柴房，他现在还生着病呢。我不求你关心，你也别拦着我。就是个贱命，有什么好看的？看病不要银子啊！你怎么这么恶毒？这是一条命啊，还是你的亲孙子啊？周老太的恶毒让周武士心惊又心寒，直接死了才好，老娘又不差孙子。换奶奶，换奶奶！周婉听见周老太这么诅咒哥哥，顿时哇的一声，哭着冲上前想去打周老太。老娘就说他们不是啥好东西，跟阮秋那个小哒哒的待一块时间长了，竟然还敢对我动手，简直该死！够了，你能不能有点人性？他们俩不过是孩子，你就算是要打死他们俩，那也得问问老二的意见吧。哎呦喂，二哥不是飞黄腾达了吗？这都过上好日子了，竟然连自己的儿女都不管了。周家各房也因这吵闹声出来了。小周是想到昨日的事，忍不住讽刺：原来堂堂大将军竟然是比我们这平头老百姓还要心狠啊！不过也是啊，要不然怎么能当上大将军呢？你胡咧咧啥？你这个扫把星，要不是因为你，家里能丢这么大的人吗？关我什么事？自从二哥回来，好事没有，笑话倒是一大堆。你周明镜知道这个时候自己若是再不说话，就真是落人口实了。大嫂，他怎么了？这当爹的可真是称职啊！孩子都快要烧傻了，他还能心平气和地问孩子咋了？虚伪！你闭嘴！发烧了，夜里没地方住睡草棚，大人都受不了，更不要提一个孩子了。周武士的语气也带着一丝责备。周明镜被挤兑了一番后，你没看向赵彩云。夫君为何这样看我？你家中本就这么大点的地方，况且我也不知道娘会把孩子赶到棚子里啊。娘，你也真是的啊！能不能别说废话了？我现在要带着孩子去看病，娘不让，说死了才好。老二，这是你的孩子，你拿主意吧。送去看郎中吧，麻烦大嫂了。哎呦，有的人啊，心真黑啊！但周武士带着孩子看了郎中后，直接把孩子带到阮秋这里。娘亲，乖，哥哥没事了。孩子刚送回去1天就这样了，这若是一直在周家待着，那指不定哪天命都要搭进去了。唉，孩子是周家的种，小秋也不是周家人，根本就要不回孩子，这可怎么办才好啊？阮秋抱着周婉轻轻地安抚着，小丫头身心早已疲惫，这会儿便在娘亲怀里睡着了。燕哥这副模样，他爹什么反应？他老天爷也真是不长眼，让个阮大外家没良心的东西当了什么劳什子将军。哼，燕哥儿都烧晕过去了，可是他就跟看不到似的，还有心思去谈别的。如果不是我喊着要给孩子找郎中，他这个当爹的根本就不在意。好得很。小秋啊，那个我要这么说，得显得我们老周家没良心，还给你增加负担了。但这俩孩子要是再留在周家，怕是命都保不住了。他们毕竟是周家的孩子，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我也带不走。也是，唉，不过很快就有结果了。啊？什么？后面的那句周武士没听清，再去问便也只见阮秋摇了摇头。都说虎毒还不食子呢，这周明镜竟然如此心狠。他现在的婆娘不是已经给他生了个儿子吗？儿子多了也就不稀罕了。你俩闭嘴！事情安排的如何？回禀王爷，一切都安排妥当。把周燕和周婉安顿好，阮秋和周武士两人就在院子里看着周周和贺金宝扎马步。这两个小家伙马步扎的还挺像那么回事，是个好苗子。那个小秋，你家大的那个多大了？阮秋的突然问道让周武士愣了一下，随后反应了过来，10岁了，是不是有点晚了？的确是晚了，不过学武并不是非要练到极致，强身健体也是可以。谢谢小秋。第二天，当周老太得知大房几个孩子都在阮秋家时，这个该死的哒哒的，竟然把我孙子给拐走了，老娘要嘎了他去！娘，您别闹了。周明胜，
你就这么当爹的？你自己的娃你不好好盯着，你还敢给那种毒妇？我怎么就生出来了你这么个废物？周老太边走边骂，刚出院门口就看见回来的周武士，立马冲上去。你个大大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这个老壁灯，我跟你拼了！别打了，娘媳妇，你们快松手！这边周敏静也听到动静出来，瞧见了这一幕，厉声喝道：大嫂你在做什么？快放开娘！可惜周武士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周老太，最终周敏静上前扯开周武士扔到一边。老二啊，娘不活了，这当儿媳的都欺负到我这个婆婆的身上了，她竟然打我，你帮我打嘎她，你打嘎她呀！当家的，我肚子疼，出血了，大嫂被二哥打死了，打死人了啊！婆娘你咋了？你别吓唬我啊！快送郎中那去，快去啊！周明镜，如果我婆娘跟她肚子里的孩子有任何危险，老子就嘎了你！说完这急忙慌的抱起周武士就往外跑。周天安、周天吉，你们能被你二叔打死了？小周是急忙跑到阮秋家，看见进来扎马步的兄弟俩。什么？你刚刚说什么？周明镜把大嫂推倒，出了很多血。小周是现在对阮秋总有点莫名的恐惧，当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述了一遍。阮秋，我就说你是害人精吧，你看大嫂都差点让你给害死了，你还不抓紧拿着银钱去看看？你闭嘴，你们跟我走。马郎中，求求你了，你一定要救我婆娘啊！我给你磕头了，求求你啊！哎，你婆娘这瞧着是小产的，我这里根本就没办法。马郎中，你一定要救救我婆娘啊！哎呀，你快点起来，抓紧带她去镇上药堂。阮秋刚到就听到了郎中的话，上前一把抱住了已经昏迷的周武士。走去镇上。你们快点跟上。哦，好。阮姑娘，我等是奉了主子的命令，暗中保护阮姑娘的。滚开！我现在没时间在这里磨叽。阮姑娘，此人怕是情况紧急，若是阮姑娘信得过，请交于我兄弟二人，我们运用轻功赶往县城会快速许多。快去，别那么多废话。不错，双脚倒腾到底是比不过会飞的。看着暗卫飞快的速度，阮秋也立马在后面跟上。我婆娘咋样了？产婆在里面处理，等着吧。婆娘啊！闭嘴，安静点。这是你咋想的？我婆娘跟她肚子里的孩子但凡出事，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别想了，路上流了那么多的血，那孩子保不住了。我去嘎了周明镜那个烂人。站住！老二家，阮秋姑娘，我周明胜谢谢你今日出手救了我婆娘，但请你不要拦我，我不会放过他们的。你以为凭你一介草民，你能扳得倒他？人家现在可是有官衔的。杀子之仇不共戴天，我必须要让周明镜付出代价。你现在还动不了他，那我要咋办？我婆娘被欺负成了这样，难道我就要忍着吗？这时穿得花枝招展的秦永明走了过来。阮姑娘好巧啊！你来镇上做什么？阮姑娘，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了，我下山来是有任务的。那位脑子坏掉了吗？让你来执行任务啊？我咋了？好歹本大爷也是个世子，本世子都和县令混熟了。听完秦永明的话，阮秋想到了好主意，转头对周明胜说：你可以跟这位说说你的事，他是京城来的侯府世子，身份大的能直接压死周明镜啊！机会只有这一次，错过了这一次，你日后再想要报仇，那就无疑是天方夜谭。我现在已经帮你想好了办法，之后要如何做就看你自己的了。对，你来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放心吧，只要有本世子在，那就一定不会让你蒙冤的。草民，求世子爷为草民做主，为草民的婆娘还有那位出事的可怜孩儿做主。周明胜跪在秦永明的跟前，声泪俱下的把事情叙述了一遍。这周明镜这么狠，放心，此事本世子帮你办了，必然要为你讨一个公道回来。多谢世子爷。阮姑娘，本世子现在就去为他主持公道，你去不？我用什么身份去？那行，那本世子先去找县令借人。你是在这里守着，还是跟我一同回村？阮姑娘先回吧，我陪孩子他娘。阮秋刚回到村子里，就得知在小周氏的一番渲染下，所有人都知晓了周明镜的歹毒行为。来人了，救命啊！住手！我让你们住手，听见了没有？周明日，我哪里说错了？就是你二哥打嘎大嫂的，老四给我狠狠的打，打死我了！救命啊！周家的，我告诉你，我是给你面子才跟你好声好气的商量。如果你再不听，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哎呦，可真是心狠啊！就是，简直就是不要脸。谁说不是呢？我跟你们说啊，他们家这几个儿媳妇都是被搓磨过的，就老二家的那个。此时周家院里院外吵吵闹闹，
二房的房间内，周明俊已是一个头两个大。我要走。现在怎么能走？现在要是走了，那岂不就是坐实了我们的罪名？那你说要怎么办？外面现在都在说你杀了亲侄子和嫂子，你就算是不为自己着想，也该要为轩哥儿着想啊，他才4岁啊。难道我现在就出去把所有人都撵走，然后坐实我杀人的罪名吗？你跟我喊什么？是我让你把大嫂给扔出去的吗？从打来了这开始，就没有过过舒心的日子。好了好了，是我的不对，我刚刚实在是太着急了。外面闹成了这样，这若是传出去了，对我的名声也有损，是我的不对，让你不舒坦了。你的身份又不是不能压制他们，何至于要受这样的罪过？哼，不过是一群没有什么见识的农家人罢了，难不成还能被他们给钳制住了？好，不要吵了。周老二家的，你终于出来了，你快管管你娘！我呸！我自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那是我家花钱娶进门的，老娘就算是打死了，那也是老娘自己家里的事，你算个什么东西来我家闹？信不信让我儿子把你给挂起来砍头？